李明意外获得一颗名为蓝星的原始星球，该星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同时还存在4个神秘的文明之塔。呀，那不是李家的二狗子吗？距离过年还有2个星期呢，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二狗子看样子发展的不行啊。可不是吗？只有那些打工的才这么早回家。本来我家闺女还对他有点意思呢，这我可得回家好好说说。他不是名牌大学毕业，有一个铁饭碗吗？那也有可能被开除了。李明本来听到乡音还是很亲切的，没想到一个二狗子，一个被开除，让他非常郁闷。走了10多分钟，李明终于到家了。爸妈见着，赶紧出门来迎接。李明，你怎么今年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爸妈，今年假期长，快进屋，一路累了吧？今晚我们吃好吃的。夜晚，李明的母亲做了几道菜，李明和他的父亲喝了几杯。看得出来，李明有很多难言之隐。第二天，李明起得很晚，吃过爸妈剩饭，坐在台阶上，将胸口的一个吊坠取了下来，放到了手心。这是他花了5000块从潘家园买的，只是喜欢这个形状而已，一眼就看中。5000块啊，1个月工资。当时脑子有可能是被门夹了，才买这个玩意儿。买的时候还是灰秃秃的。李明研究了很长时间，有一次他的手指被这个图案刺破，然后图案就消失了，变成了一个按钮。摁下去不会有什么史前怪兽出现吧？犹豫了一会，李明戴上摩托车头盔，找来一根长棍，开始用长棍去触碰那个按钮。当按钮按下时，很多的蓝光从这个吊坠散发出来，很柔和，蓝悠悠，铁定是那些放射性的东西。李明早就跑远了。过了许久，蓝光消失，地上的吊坠也不见了，在原来吊坠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黑色洞口。我操，这和电影里面见到的传送装置一模一样。李明试着靠近观察，不料那黑洞突然把他给吸了进去，连反应的机会都没给。通过血脉认证，获准进入蓝星吊坠。孩子，不，我可能得叫你祖宗。我是来自30世纪的人，保护好你的星球吧。再霍霍下去，人类迟早灭绝。我们给你准备了3个礼物，让你拥有金手指，来拯救地球环境。第一就是这个蓝星吊坠，吊坠内部拥有1万平方米空间，可以存储各类物品，带有保鲜功能，随用随取。除开你，所有活物通过空间通道后将死亡。另外一个就是吊坠另外一头与地球一模一样的星球，我们称之为蓝星，里面资源异常丰富，千年人参、极品翡翠、钻石、巨大黄金矿脉等等等等。拥有它，你就拥有了一个资源异常丰富的后家园。最后一个是我们送你的大礼，在蓝星上面，我们利用生物机器人修筑了4个塔，我们称之为文明之塔。为了促使你治理地球环境的决心，我们将每个塔分成了3层。进入蓝星，你就可以自动打开第1层，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，就可以打开第2层。当地球环境改变到一定程度后，才能完全打开第3层。孩子，或者说是祖宗，好好努力吧，世界就靠你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李明醒了过来，先前的一幕幕像是个梦。卧槽，这玩意儿还不消失？等会儿爸妈回来，岂不是得将我送精神病医院？李明就坐在黑洞面前，看着这个明显很科幻的东西，他想了很多。难道这真的是通往他们口中蓝星的通道？先前的一切都是真的？李明不敢跳进去，对于未知，人类天生恐惧，可他不甘。二狗子辞退，提前2个礼拜回家过年的打工仔，他不想顶着一个最没出息大学生的名号滚一辈子。怕死非好汉，老子得跑。将自己的银行卡放到了饭桌上，密码写在纸上，还写了一封遗书。眼睛一闭，就撞向了这一个黑色旋转的洞口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进入到了一个很是奇怪的空间。这应该就是那段话里面提到的一个空间通道了，也是一个大的储存空间。那里就是出口吧？就是不知道出口是通往哪里。既然要闯，李明也不犹豫，来到了出口，打算再撞出去。最好是回到厨房，如果还是回到进来的地方，那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储物戒指。闭眼一撞，再次睁开眼睛，李明就忍不住地深呼吸了一口。这里肯定不是地球，这里的空气实在是太好。李明出来之后，黑洞也消失了，重新变为了吊坠。将吊坠捡起来后，他将周边仔细观察了一番，地形果然和地球一模一样，除开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迹象，这里就是另外的一个地球，可别回不去啊！老子可不想荒野求生。李明再次摁下按钮，黑色洞口出现了。通过那个空间之后，没有意外，他回到了自己家。以后要发达了，真的要发达了，还自杀个毛线！李明将遗书一把火烧了，捡起银行卡，李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，他还有很多实验要做。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之后，李明将这个吊坠重新挂回到了自己胸口。这个星球就像是地球的影子一般，通过这个定点传送的装置，你在哪儿开启吊坠，去到的就是蓝星上的哪个地点，回来也只能回到原点。可以携带任何东西进入，也可以携带任何东西出来，甚至还可以存放到空间通道里面。只不过活物不行。他带了只鸡进去，不过一进到空间就嗝屁了。
然后出来把鸡杀了炖成汤，丢进空间里去2个小时后拿出来还热腾腾的，还保鲜保温。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大冰箱，不去国外买点帝王蟹贩卖，都对不起它这功能了。下午睡完午觉，李明背上鱼竿包，他打算去另一边开发点资源。来到蓝星这边，这里山清水秀，妥妥的是一种享受。李明将蚯蚓挂上扔下去，鱼竿架好准备打窝，没想到刚放手，鱼竿瞬间就被拉走了。我擦，这特么是多大的鱼？幸好李明带了好几只鱼竿，再次挂好蚯蚓扔下去，果然马上来口了。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！李明话还没说完，切就切了，气得他直咬牙。2个小时后，李明的线都切完了，一条也没钓上来。看到即将日落，他却不甘心，回家里找到一个锄头，就返回了蓝星。钓不到我就放水，我看你们有多能耐。晚饭过后，父子2人在院里喝点小酒乘凉。这一次这么早回来，是工作上出现问题了吧？爸，我想辞职。辞职？在那里我没有任何前途。你已经长大了，自己的前途自己决定吧。如果没有这个吊坠，李明可能还不会下定这个决心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1个月5000的工资，我就算在大夏南北倒运水果，也不止赚这些。毕竟我可是不需要运费的，还自带保鲜。第2天，李明起了一个大早，借上隔壁大伯的3轮车，就朝着镇上而去。这回他是真下血本了，买了2个柴油抽水机，加上一大堆的捕鱼工具，进入蓝星。李明阴森森的开始放置抽水机，随着水量慢慢的减少，池塘中的鱼闪现出了真容，1米以上的就不下几十条。大部分都是草鱼，还有青鱼。最终，李明收获10条青鱼，20条草鱼，大的得有50多斤，小的也有10几斤。鱼通过这个通道之后就都挂了，现在已经死翘翘的躺在地平中。这个空间还是不够人性，怎么就不能一个意念进行存取呢？搬完这些鱼，不得要我老命啊！费了9牛2虎之力后，李明终于将一半的鱼搬出来了。李明的父母回来了，看到遍地的鱼，很是惊讶。你怎么买了这么多的鱼啊？过年不都得买鱼吗？我看到镇上有个卖鱼的，所以就买了一些。这些鱼也太大了吧，而且还有青鱼，花那么多钱干嘛？多少钱1斤买的？不贵，青鱼20，草鱼8块。那行吧，看上去也挺新鲜的，买点做点腊鱼给你姐送去。中午是鱼头火锅，当李明的母亲将锅盖打开之后，这一股鱼的清香味让3个人目瞪口呆。这鱼很香啊，你放了多少味精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放，就放了一点盐。当鱼汤好了以后，李明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，他已经想到可能是怎么回事了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非常的香，清甜。再尝一块鱼肉，绝对是从来没有吃过的品质，没有任何土腥味，甚至还有股淡淡的清香味，口齿留香。李明，这鱼你哪里买的？再去买点儿，给你大伯家送一点。好，明天我再去买点。李明知道这鱼品质之所以这么高，绝对和蓝星的环境脱不了关系。当天下午，李明就再次进入到了蓝星，将池塘里面剩下的鱼，只要是5、6斤以上的，搞了一个干净，还搞到了一只5、6斤的甲鱼。这池塘的上下游还有小溪，里面好货也不少。回到地球，李明去到镇上，偷偷买了一个电鱼机。1个下午，他获得了1只大甲鱼，200多斤草鱼、青鱼、鳊鱼，其他小的根本就没要，还有几十斤泥鳅，10几斤巨大的黄鳝，小虾米也有2、3斤。晚饭过后，李明梳理了这一天的收获。就这么一个小池塘，收获至少值个小1万块钱。这鱼的质量，如果出去卖的话，几十1斤，要的人估计都得排。李明盘点了一天的收获，却突然听到电视里传来有关野生人参的消息。爸，刚刚电视里面放的是野生人参。是啊，新闻里面说一颗长白山的野生人参拍出了天价。天价是多少？好像是300多万吧，只有100多克。100多克的野生人参卖了300多万人民币。这玩意儿也太值钱了。发了啊，蓝星的鱼都能长这么大，那野生人参不得上天啊！事不宜迟，李明马上拿出手机，开始搜寻哪些地方盛产人参。搜索结果指向了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城市，离槟城不远，正合我心意。爸，明天我想回槟城，回去工作，回去辞职。你想好了，那就去吧，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。孩子，你可不能傻啊，你这可是国家企业，铁饭碗啊，工资低一些就低一些吧。你辞职的话，以后怎么娶媳妇啊？妈，你就放心吧，辞职后我会赚更多钱的，娶媳妇10个都没问题。这孩子气死我了，你竟然还同意？同意你个鬼啊！晚上睡客厅。次日早上5点多，李明就乘坐村里最早的一班中巴车去了县城。几经辗转后，到槟城宿舍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李明就来到了办公室，毫无例外，他又是第一个上班的。过了考勤时间之后，一群大哥大姐们才进来。一看到李明，个个脸上露出笑容。李明，过来上班了。
张姐早你不是说休2周假吗？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回来有点事情，他要是再不回来，可就要被辞退了。他敢不回来吗？不敢。不敢就好。这几天你不在，积压了很多工作，你赶紧干吧。小李啊，回来就好。回来的话，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。你来我办公室吧。马哥是这个小团队的队长，也是李明的直系领导，官威大得很。小李，那件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考虑清楚了，考虑好了就行。虽然会有一些处罚，但是至少工作是可以保得住的。这一点我还是付出了不少呢。你可得好好感谢我。考虑好了就去上班吧，这几天还有好多活。马戈壁，我考虑好了，老子不干了。你特么的竟然敢叫我名字！马戈壁，老子要辞职。辞职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特马的敢辞职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老子还真就辞职了。老子不干了，你个傻帽！哼，你不干，你凭什么活下去？你辞职，你回家种田去，一辈子像你爸一样当个农民，还敢跟我提辞职？不辞职跟着你也是完蛋。就这一次，明明是张辣鸡报告写错了，你们让我背黑锅，想啥美事呢？马戈壁看到李明好像是真的下定了决心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整个办公室就李明一个干活和背锅的，可不能走啊！小李啊，没必要的事情没那么严重，无非就是降一级而已。今年我给你绩效高一些，当做给你补偿，行吗？滚！你辞职了，你想过你父母会怎么想吗？你要知道，在我们这个行业，你只要离职，可就不好找工作了。滚！我擦，不听劝是吧？老子让你在这个行业找不到任何工作，滚！李明说完，摔门而出，回到自己的办公位，将早就准备好的几个邮件发了出去，收拾起自己的私人物品，就打算离开。给我拦住他！马戈壁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老子辞职，你还管得了我吗？辞职，你也别想带走任何东西。李明将手中的纸箱直接扔到了地上，反正私人物品也没有什么好东西，扔就扔吧。你身上呢？郭磊，你给他搜身。马戈壁，我去你马戈壁的！你特么还敢搜身？我们这里可是保密部门，想离职必须搜身。李明摆开双手，郭磊搜了一遍后摇了摇头。李明冷哼一声，离开了这个令人恶心的地方。李明走了以后，办公室的几个人面面相觑，随后准备投入工作。哎，那个报表怎么做的来着？不知道啊，以前都是李明做的。这个数据统计之前不是很简单的吗？一键生成的。那个功能好像被李明删除了。一时间，办公室鸡飞狗跳，一群2、3年没有干过活的人根本无从下手。马哥，不好了，我们柜子里面的数据都不见了。不见了？这可是这个办公室最重要的资料，而且还是涉密的，不见的话麻烦大了。会不会是李明拿走了？找，给老子找，至少得有上百斤的资料，不会这么无缘无故的失踪了。查监控。此时的李明早已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司大门了，至于那上百斤的资料，早就被他丢进空间里了。第二天，李明买了各类野外生存装备，租了一辆越野车，朝着荣城出发了。到达白云山脚下后，李明背上行囊，开始进山，带走在一个周边无人的地方。他打开吊坠空间通道，快速进入到了蓝星。还是蓝星好啊，空气异常的清新，遍地都是各类植物，全是未开发的原始生态。李明在原地做了个标记后，便开始在周围寻找起人参来。找了不到1分钟，便发现一株野人参，5片叶子的人参已经是极品了，这就被我找到了。一阵挖掘后，李明收获了野人参1株，大概得有几10克，品相极好。这可是纯野生无污染的人参啊！发财发财！收下第1株后，李明每走2步，又发现好几株5叶人参，还有6叶、7叶的。1天时间过去，李明已经挖到了一大麻袋人参，其中还有一颗2、3斤的参王，绝对是上千年的存在。太吓人了，参农一辈子也挖不到这么多人参吧？这一刻他才真正的放心，辞职那是一点毛病没有。这一袋人参打工一辈子也挣不来。把人参留在吊坠空间里后，李明离开蓝星，回到宾馆休息。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集贸市场卖人参了。清一色的养殖参，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便宜。溜达了一圈下来，李明找了个看似比较有实力的收购人参的摊位交谈起来。老板，我卖人参。我们这里只收野生人参，你这5片叶子人工养殖的，我不要。你仔细看看再说吧。李明将人参放到了台上，小心地将红纸摊开，露出野生5叶人参的真容。这小伙子，我能上手看吗？随便。不错不错，这确实是野生人参，是你挖的？是的。挖参的技术不怎么得，小的根茎损坏了不少，不过其他的品相还是很好的，年份大概在10年左右。行了，把参还我。怎么你不卖？我是专门挖参的人，你当我傻啊？你觉得这颗参只有10年的话，那我也不能卖给你了。哈哈，玩笑玩笑，这大概得有30年左右吧。5万，卖不卖？
这颗人参得有80克左右，就算是5000块一克，也能值个40万。我不知道老板你这个5万块钱是怎么出来的？老张头，人家一看就是行家，你这个价格可有点出丑了。百年人参可以卖个1万一克，但是这个人参最多也就是30年，5000一克是绝对卖不上的。小伙子，20万，我最多出20万，成交，转账吧。20万到手。李明看着银行卡后面的零，内心无比的激动。之前挖到这么多野生人参的时候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现在见着钱了，才发现这玩意儿真香。离开摊位后，李明的下一站便是回春堂。他背篓里面的那些极品零散市场完全吞不下。你好，老板，我要卖人参。我们这里只收野生的，都是我爷爷上山挖的，保证是野生的。跟我来吧。说完，男店员把李明引入店铺后面的一个房间中，跟店长说明了李明的来意后，店员便退出了房间。小伙子，把人参拿出来瞧瞧呗。你这些人参都是极品呐，想卖个什么价？50万一颗，1分不能少。这4颗人参都是接近上百年的好参，不是第一个20万的人参可以比得上的。可以，200万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。在荣城能够吞下200万货的，也就我们家了。那行，转账吧。200万到账，李明开开心心的告别老头。可刚出到大厅，便听见一老头在求百年人参。这个确实不错，但是还是没有100年啊，药效应该不会太好，这个分量还是不够。老头，你想要年份更久的人参？你有年份更久的人参，我可是要野生的。废话，你给我找一颗人工种植的百年人参出来看看。你真的有百年人参？当然。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，价格不是问题，开我车，咱俩赶紧走。走个毛线啊！百年人参就在我背篓里。这人参不错，绝对是100年以上的野生人参，而且品质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。仔细闻，甚至还有一股清香味。老人家看完了吗？能不能出个价？我出100万，人参还给我，我要回家。我爷爷不让我和陌生人说话。300万，成交。100多年啊，凑合吧，送礼应该是够了。秦汉嘴上说着凑合，但脸上的笑容告诉所有人，他已经很满意了。小伙子，今天谢谢你啊，你的人参真的不错。下一次找到年头更长的，可以直接联系我。下一次？下一次我还要，只要年份够，钱不是问题。这一次行不行？什么意思？李明二话不说，将背篓里面最后一颗7叶人参取了出来。7叶极品人参，300年左右的野生人参。2个老人疯了一般在观摩这颗人参，仿佛是在欣赏什么绝世美女一般。突然，秦汉发现这人参有一个根茎被挖断了，心中一个闷气升了起来。你这个败家玩意儿，为什么要将这一个根茎挖断了？你怎么不小心点儿？老人家，这是老子的，老子爱怎么挖就怎么挖，你就说你买不买吧？买，当然买。出多少？1000万，我出1000万。回春堂店长觉得再不能错过这一次机会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宝贝，能成为镇店之宝的存在。我出1200万。滚蛋！小心老子将你回春堂给砸了。好嘞，滚滚滚，马上滚！小家伙，我出1500万，这价格已经是顶峰了，拍卖也就是这个水平，卖给我怎么样？成交。秦汉很是爽快，现场转账。李明收到钱后打算离开，不过这一次又被拦住了。小伙子，你不会还有年份更久的人参吧？没有了，你以为百年人参是大白菜啊？李明不敢再卖了，吊坠里面的8叶甚至是9叶的人参，还是不要流入市场为好，太危险。你在哪儿挖到这么多极品野生人参的？我挖到人参窝了，人参还有成窝的。那当然了，加个好友吧，以后有好东西再找我。好的，一定不会忘记你的，毕竟你可是大财主啊！谢谢你老人家。老人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子才50多，我闺女估计还没你大呢，你竟然叫我老人家？这个我才24，叫你老人家好像不过分吧？我闺女都28了，那个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我闺女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谢谢谢谢。按照你这个长相，你闺女能好看到哪儿？我闺女可是名牌大学的，而且长得很好看的，你不考虑考虑？我已经有孩子了。李明撒下善意的谎言，急忙离开了回春堂。催婚的父母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当天傍晚，李明就回到了滨城，掏出手机打算订一个廉价酒店，这才想起来他现在已经是有钱人了，5星级酒店，房费8888，是时候体验一把有钱人的生活了。进入大堂，里面金碧辉煌，让李明有点自惭形秽的感觉。不过想想银行卡的余额，他的背瞬间就挺直了。你好，我订了一个房间，不愧是大酒店，前台都长得很好看，穿着一身职业套装，就是看不到腿，差评。您好，您的房间是8018，你们房间隔音好不好？您放心，我们
们房间隔音很好的，就算您在房间内激烈活动，也不会有任何人听到。进了房间，李明想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槟城，联系了2个好友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距离晚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李明决定出门去采购一些东西，比如无人机之类的，到时候探索蓝星用得上。人一有钱就会报复性消费，李明就是这样，见着好东西就买，然后就丢进空间里去，都积成一座小山了。晚上3个人相聚在了一个自助餐餐厅，槟城最好的自助餐，收费1688每个人。明子，你怎么请我们到这里吃啊？是啊，这里太贵了，你不会是想不开吧？不至于哈，明子，就算没有了工作，按照你的学历，重新找个工作还是很简单的。想什么？我可不会想不开，只是想到以后很难再见面，所以请你们吃顿好的。你们不是一直说这里多么好吃吗？今天我们就试一试。1688，你就试一试，3个人得你1个月工资。钱是王八蛋，花了再说。擦，钱都花了，我们赶紧拿去吧。不一会，桌上就堆满了奥龙、和牛等等这里最昂贵的食物，都快堆成山了，引得周围食客纷纷注视。一群傻帽，来自助餐不放开吃，你来个屁啊！就是强哥说的有道理。强哥，我以后打算搞个公司，主要应该是经营一些农副产品。如果想换个工作，你就联系我。等我混不下去了，就去找你，咱哥俩好好干一番事业。次日，李明订了个飞机头等舱，好好享受了一把。到香城下飞机后，又直接打车去了趟汽车城，买个皮卡车吧，最实用。80万花出去，最顶配的道奇已经办好了临牌，加好了油。李总，车您现在就可以开走了，正式牌照下来之后会邮寄给您的。好，虽然是皮卡，但李明买的是顶配，内饰也相当的豪华。本来坐车需要4、5个小时的路程，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。李明父母看到自己的院子里面进来了一辆大型的皮卡，自己儿子还从皮卡里面跳出来，一时间还没有能够接受。你自己开车回来的？是啊，从槟城开车回？哪有，那好几千公里呢。这车我是在香城买的，直接就开回来了，牌照都还没有呢。妈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辞职了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妈，其实我已经找到其他的工作了，所以才辞职的。什么工作？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旅游公司，我去帮忙。那不稳定吧？我朋友是创业，我也加入其中。创业总比死工资要强吧？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好不容易从槟城回来，给你们带点海鲜。李明这哪里是一点海鲜啊，大龙虾、鲍鱼都有，还有2箱烟，一车子东西得好几万。李明，你在外面是不是赚到钱了？赚了一点。有些事情咱可不能干的，就算是穷，有些东西也是不能碰的。放心吧，爸，我朋友那个公司很厉害的。这一趟我辞职过去，还没开始上班呢，就给我发了年终奖，而且还给我股份了。以后你们就等着享福吧。那你的朋友很不错啊，你可得给他好好干。那必须的。距离过年还有3天，李明的2个姐姐就回来了。大姐是一个老师，在香城过得还不错，有一个女儿。2姐也在香城，在一个单位里面，只不过不是正式员工。小时候家里很困难，这2个姐姐却给了李明他们拥有的一切。琳琳，来，舅舅抱抱。李明，你回来怎么不跟我们说啊？可以和我们一起回啊。院子里面的车怎么回事？大姐，那是我自己买的车，这车不便宜啊，这不是道奇吗？姐夫，你这家伙发财了，哈哈，一般。当看到李明给他们在槟城买的礼物以及满地的海鲜后，一家子都知道李明应该是赚到钱了。李明还送给2个姐姐每人1个包包，姐夫1个手表，都是10万左右的东西。李明，这可是香奈儿的包包啊，这玩意好几万吧？不贵，李明现在拥有整个蓝星，简直比那些矿2代还要土豪。很快新年来临，这是李明工作之后在家过的第1个年，很温馨也很快乐。年后便是走亲访友环节。今天李明一家子来到了大舅家。怎么回事？听你妈妈说你辞职了？刚刚辞职。你一个铁饭碗辞职干嘛？和一个朋友做点生意。做生意有那么容易吗？你看看你姐夫这么厉害一个人，做生意也有亏的时候。我也就试试。你不会打算回来搞农业吧？我看你买了个皮卡。不是，就是买来放家里用的。怎么不买个奥迪啊？4个圈的，坐着多舒服。要不等会让你姐夫带你逛2圈吧。门口那奥迪是他今年刚换的。大舅妈此话一出，坐在一旁的李明大姐夫差点笑出声来。他知道李明那皮卡都可以买2辆门口那奥迪了。不用。午饭时间到，饭桌上大舅跟大舅妈又是一阵炫耀，说自己的女婿赚了多少钱，又是买车又是买房的。李明也不搭理他们，农村亲戚嘛，谁还不炫耀自己，打压别人呢？饭后，一大群人继续在院里闲聊晒太阳。这时李明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李明一看，果然是秦汉然。昨天晚上他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自己手中还有1颗6叶野人参，想出售。朋友圈设置为秦汉然一个人可见。小老弟，过年好啊，手里还有那么好的野人参，怎么不直接联系我？哈哈，秦老板要的人太多了，我也不能光卖你一个人啊。老价格200万，你这颗人参我要了。行，怎么交易？我给您送到燕京去吧。那太好了，你来燕京，我请你吃烤鸭。好嘞，
李明挂断电话，突然发现地屏里面聊天的所有人都看着他，就像是在看一个珍奇动物。李明，你做生意了，还是这么大的生意？是啊，咦，我辞职后就开始做生意了。一颗人参200万，野生的很贵。你就装吧，啥人参能卖200万啊？你说刚刚你爸那酒坛子里面的人参值200万吗？笑死个人！就是啊，李明，你还是应该脚踏实地的。如果想做生意的话，可以跟我做。去年我赚了上百万，给你一点汤喝都比你工资高。姐夫，这就不需要了。李明，人不能好高骛远啊，你姐夫也是为你好。大舅，我真的自己做生意了，正好大家都在。今年我打算给我爸妈在乡里修个别墅，你们看看哪个风格好？这孩子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是啊，这些别墅当然好看，但是没有几百万是下不来的。可不是吗？又是200万的人参，又是几百万的别墅，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吧？姐，你还是带着李明去襄城看看吧，他脑袋好像被门夹了。你才被门夹了呢，我们李明可聪明了。哼！所有人都不相信李明要建别墅，只有大姐夫在认真的看设计图，只有他相信李明没有吹牛。拿来给我看看，我也打算明年给我爸妈建个别墅。对，明年我给丈母娘建别墅。李明，这图你发给我吧，反正你也用不到，没准明后年我家还能用上。就是，快发给你表姐。李明表姐还在看图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弹出来一条短信，她顺手就打开看了一下，个10百千万10万百万千万。大表姐不信，抓起李明的大拇指就摁到了手机屏幕上，直接打开了银行 APP， 直到她看见那银行余额，才确信了短信内容的真实性。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不会是犯什么事了吧？放心吧，表姐，我这可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。自己赚钱建别墅，你的死工作1年也就是10万块吧，顶死了，还不如我乖女婿1个月赚的。妈，你可别说了。大表姐没有再说话，只不过是打开银行客户端，将银行卡的余额展示给了大家。李明，这钱都是你赚的。这是多少位啊？2000多万。不会是别人的货款吧？就是啊，这应该不是你的钱吧？对啊，刚刚收入200万，但是你这个人参也得自己花钱买。这倒是小事，你可千万别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啊！说啥呢？这钱都是我的，人参货款我早就已经给申农了，都是我这几年赚的。你干什么能赚这么多钱啊？不会是那本书上写的那些事吧？我怎么可能犯法？这些都是我这几年倒卖各种特产赚的，人参、鹿茸等等。这几年我赚的可不光是死工资，而且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做生意了。我之所以辞职，也是打算开始正式干这个。你不是说自己要去一个朋友的旅游公司吗？那只不过是我投资的一个公司而已，平常我也不去的，主要职业还是倒卖这些东西。经过李明的解释，加上钱就摆在这里，地屏里面的所有人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。李明的大舅、大舅妈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，现在是最尴尬的。嚣张的气焰一去不复返，李明父母脸上也洋溢出发自内心的喜悦。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是最优秀的呢？临走前，大舅一家4口在一个角落里面找到了李明。那个李明，你这个生意还需不需要合伙人啊？我能不能投资50万？是啊，你得帮帮你姐夫。就是有钱大家一起赚，他可是你表姐夫。弟弟，你就帮帮你姐夫吧。没问题啊，大舅。自己家里的事情，我肯定要帮的。你们加入也可以，而且还不需要本钱。我这里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野生人参，我可以做主180万卖给你，你只要卖出去，赚个20万还是很简单的。你平常都是卖给什么人啊？这个我没有那么多的本钱。本钱不需要的，你找到买家后，让他出钱就行。问题是我上哪找这个买家啊？200万就买一个人参，哪个傻子能干？你不是做生意的吗？肯定认识很多有钱人啊，找他们就行。我的买家一部分是认识的大老板，大部分都是我大学同学介绍的。我读的大学你也知道的，顶级学府。现在毕业后人脉都是很广的。以前大舅一家子总是笑话李明读书无用，读死说。现在李明就特地强调顶级学府。李明的表姐夫听完一下子就泄气了，他圈子所认识的人买个40万的车都费劲。回家后迎接李明的是一场严肃的家庭会议。说说吧，你这钱从哪儿来的？真是我做生意赚的，放心吧，绝对是正当收益。那你以前怎么从来没有说过？以前不是还在上班吗？不能说自己有副业，要不然会被开除的。现在辞职了，也就无所谓了。你就倒卖这些东西，人参、鹿茸什么的。这玩意儿可老赚钱了，卖一个赚个几十万跟玩一样。以后你也打算从事这个行业？就是倒卖一些珍贵的野生资源，人参、鹿茸、翡翠茶叶，甚至是野生的鱼、海鲜等等。这李明还真的没有忽悠，以后这就是他的打算。不过不是倒卖，而是将蓝星里面优质的野生资源卖给地球的有钱人。一家人确定李明没有走犯罪道路后，客客气气的把他请到沙发中间落座。爸妈，出了节之后，你们就到大姐家住一段时间吧。家里腾出来建房子，那不行，建房子我得在家看着。这完全不用你管，我会找个专业的建筑公司。你和妈就去给大姐帮忙看孩子吧，估计几个月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。我在家能省很多钱的。爸，你觉得我还差钱吗？李明发财的消息很快传遍10里8乡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李明家来拜访。
都想攀点关系，让李明带一带。李明无奈应付了2天，实在顶不住了，只能光速的逃离村子，坐上了飞往燕京的飞机。秦哥，我在燕京飞来酒店，你啥时候有空，我将东西给你送过去。飞来酒店是吧？你等我。半个小时后，秦汉然赶到酒店，握着李明的手，那叫一个热情。你那人参可是帮了我的大忙啊！那个老人家平常都不对我笑的，收到这个人参还夸奖我了呢。你来了，我必须亲自接待啊！多谢秦哥。走，我带你吃燕京特色去。秦哥，你自家是不是有餐厅啊？来之前，李明就已经查过这个秦汉然的身份了，秦氏集团的老大，涉及酒店、餐饮、影视等的巨头。有啊，多的是。怎么了？那今天我们就去您自己的餐厅吧。那也行。不多一会，车子就来到了一个很是古香古色的胡同里面，进入到了一个四合院之中。这是我的一个私家菜馆，在燕京还是很出名的，当然只局限于一小撮人知道。李明知道，这一小撮人肯定就是燕京最顶级的人。一碗米饭竟然卖888，这特么的已经不是在收智商税了，这特么的是在打劫。秦哥，你点吧，这玩意儿我都没听说过。哈哈，那我来吧。很快，酒菜上桌，李明跟秦汉然碰杯喝了起来。这茅台可是挺不错的呢，市面上几乎买不到。老哥，这一趟过来，我是想让你帮忙品鉴几样食材的。食材？那好啊，我可是正宗吃货。这是一条山里的野边鱼，这是一块青鱼肉，这是一个甲鱼，你让你们大厨烧了吧，最简单的方法就行。还有这人参酒。秦汉然叫来服务员安排下去，然后打开酒瓶闻了闻，这里面是药酒吧？加入了人参。秦大哥厉害，这里面加入了野人参，不会是午夜人参吧？是的。牛掰，用这样极品人参泡酒的，你还是第一个。得知是午夜人参泡的，秦汉然赶忙倒上一杯，尝了一口后，闭上眼睛享受了一番。小明，这酒相当不错呀，甚至还有一股清香味，应该都是人参的效果，其他的药似乎很一般。秦哥，你觉得这酒有没有市场？你想卖？好喝是好喝，但是成本不低呀，野生人参太贵了。一颗可以泡很久的。也是，你这么说，等会儿我就将今天的这一颗人参泡酒去。二人聊了一会，一道红烧边鱼，一道瓦罐青鱼肉，一道甲鱼汤就放到了桌上，连主厨都来到了房间内。老板，这个食材绝对是我见过最纯真、最野生，也是最美味的。淡水鱼中还有清香味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秦哥，你尝尝吧。秦汉然尝过一口之后就没有再说话，只不过就是筷子的频率越来越快，不到5分钟，3道菜就进入到了他一个人的肚子里面。极品，极品！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淡水鱼，还有这甲鱼汤，这也太补了吧！我感觉自己都暖和了很多。大白天的，我得去找我的小宝贝了，要不然得流鼻血。哈哈，秦哥身体真好。说吧，老弟，你这一次亲自过来，还带上这么多极品的食材，不光是打算让我流鼻血吧？是的，我知道秦大哥你经营了很多高级餐厅，我又能获得一些极品的食材，比如这些淡水鱼，还有甲鱼什么的，所以想和你合作。李明想跟秦汉然合作，可秦汉然却问起产品的产地跟产量。产量不大，因为我得找很长时间才能收到那么一点点。你不是卖人参的吗？怎么还涉及到淡水鱼了？其实只要是极品的野生玩意儿，我都倒卖的，人参、翡翠、食材等等。你这一个妥妥的荒野猎人啊，合作完全没问题。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，但是品质你得保证。品质我可以保证，但是我后续只能送到襄城，我家是襄城那边的，食材也是从襄城大山里获得，再远的话就得亲自坐飞机运输，不然不新鲜，那要花费太大。襄城那个地方我没有餐厅啊。李明愣了一下，他还以为秦氏集团全世界都有餐厅呢。我虽然没有，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兄弟在襄城经营一家私人餐馆，你这种食材他绝对是急需的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。那就多谢秦哥了。小意思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您说。你的这些野生玩意儿都得给我留一份，我自己可以找人运输。没问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明就一直待在宾馆，从来没有出过门。他每天都会进入到蓝星，用无人机不停地探索。本来以为作为大夏的首都，蓝星上面也会与众不同呢，没想到还是那么的原始，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迹象。4个文明之塔到底在哪里啊？在首都探索无果后，李明又返回了襄城，并在秦汉然介绍的餐馆附近租了个100来平方的仓库。第2天，李明才开着自己的皮卡，带上一些好货，来到一家山腰上的私人餐馆。在一个办公室里面，李明见到了40多岁的张猛，一副生意人打扮，西装革履的。小李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年轻啊！张老板也很年轻。呵呵，你叫秦哥大哥，叫我老板就太疏远，就叫我张大哥吧。2个人坐下之后，张猛问的还都是关于李明和秦汉然的关系。至于李明手里提过来的淡水鱼，他似乎兴趣不大。张哥，这一次我是过来打算与你合作的。合作？
此时的张萌只觉得李明是个秦汉然的关系户，他也只是意思接待一下，关系够硬的话，再合作也不是不可以。我这里有一批质量极好的淡水鱼，想供到你的餐馆。鱼能有多好？我带了一些过来，你可以让你们的厨师试一试就知道了。我这里还有一点人参酒，你也可以试一试，建议你每天喝一点，对你身体很好。李明放下东西之后就离开了。他也发现张萌好像对这些好货并不感兴趣。回到县城之后，李明买了一堆渔具，100个地笼，2张渔网，还有一艘电动船，还在一个湖泊周边租了一个农家院，后续就在这里捕鱼，也算是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。鱼可不能平白无故出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明开始进入到蓝星奇网，一个晚上，地笼直接被装满。蓝星的资源还是太好了啊！这一笼都得上百斤了。李明忙活了整整3天的时间，最终获得的渔获至少有2万斤左右，全被他放在吊坠空间里保鲜着。这3天的时间，张猛过得最是煎熬。他至少打了100多个电话给李明，毫无音讯，因为他已经尝过鱼和人参酒了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此物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尝。劳累了3天的李明，终于睡了个长觉。一打开手机，发现里面竟然有上百个未接电话。先给自己父母报了一个平安之后，李明笑嘻嘻地拨通了张猛的电话。李明老弟，你可是急坏我了，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啊？张哥，我这不进山给你抓鱼了吗？哪有信号？那倒也是，抓了多少？你先说说这个鱼的味道怎么样吧。极品，绝对的极品。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还有那个人参酒，我全包了。这样吧，张哥，我去一趟你会所，聊聊具体的合作细节。李明再次见到张猛，很快就敲定了合作事宜。4大家鱼210斤，特殊鱼类510斤，人参酒10万1斤。10万这么贵？你喝几天这个酒就会知道，还会觉得这个价格还很便宜。它对身体好处非常多。行，什么时候能够给我提供一批淡水鱼，还有人参酒？今天就可以，在我皮卡后面装了1000斤鱼，还有100斤人参酒。转眼间又到手1020万，李明觉得自己腰包又鼓了。吊坠里还有一堆野生人参，还有1万多斤鱼。不着急搞钱，先去彭城一趟吧。李明来到彭城，目标直指号称亚洲硅谷的华强北 ，FBI 搞不定的，这里都可以搞定。帅哥，看看无人机啊，我们这里什么种类都有。你们老板在哪里？你要见我们老板？大生意。这个帅哥，你要买很多无人机？很多，而且还需要你们出一个具体的控制方案。这倒是简单。你需要使无人机做什么？我需要用无人机拍摄一些东西，将所有画面都存放到电脑，形成一个巨大详细的地图。详细讲解过后，老板明白了李明的要求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不直接用高德地图，但是有生意来了，他自然不会拒绝。这个好解决，无人机的编程我们也可以做，但是你说不能用卫星，也不能用现用的通讯模块，那就只能我们自己做一个了。这样价格可能会贵一些。价格不是问题，但是我需要航程还有清晰度都高一些的无人机。最终，李明以150万买了整整100个无人机，以及一整套的控制方案，以及一个控制电脑。3天过来拿就行。回到酒店之后，李明无所事事，便进入了蓝星。可眼前的景象却震惊到了李明。文明之塔实在是过于巨大，过于震撼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搜寻。进入蓝星，李明一眼就见到了。看到这个文明之塔，李明的呼吸都重了很多。这玩意只要随便找到一个，他就发达了。从吊坠里面取出越野车，李明一路狂奔，足足跑了3个多小时，才来到文明之塔的脚下。这么大，大门去哪儿找啊？李明开着越野车围绕这个塔转一圈，直接就花费了1个小时才找到大门。验证通过，欢迎进入文明之塔。人力，欢迎宿主进入文明之塔。人力，这里拥有您开发蓝星所需要的各类人力，也可带出蓝星，分别为智慧型生物机器人、非智慧型生物机器人、非智慧型机器人。宿主现在可以开启文明之塔第1层，请确认是否开启。开启。你谁呀？主人，我是文明之塔人力第1层的智慧型生物机器人。第1层，就你一个？是的，我是面试之前最成功的一个智慧型生物机器人。您想要我执行的指令，我都会，特别擅长护卫，有我在，您想死都难。那你先变个脸吧，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也带不出去啊。很快，对面的李明就变成了一个韵味十足的少妇，看得李明眼睛都直了。你还是变成一个年轻一点、普通一点的男的吧，你这样子我有点受不了。宿主想不想开启文明之塔人力第2层？你先告诉我第2层都有啥吧。各类机器人数量1000万。我擦，有了这个数量的机器人，征服整个地球问题也不大啊。第3层有什么？3层是绝密，不知道。得，那你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开启第2层吧。地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今天的基础上减少10%，
告辞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可是每天都在增加的，减少10%根本就不可能。这特么得种多少棵树啊？除了文明之塔，李明给小跟班起了个李旺仔的名字，并让李旺仔跟着越野车一路跑回出发点。可以啊，100多公里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就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。我体内有一个微型的核聚变发电装置，而且我全身都可以吸收太阳光，这些能源可以支撑我高强度运动1000年。那现在还剩下多少？100%。刚刚跑了100多公里，一点没用。这样轻松的运动耗费的能量极少，吸收的太阳能足够。得，这算是一个永动机了，可把你带回地球去，凭空冒出个人，怕是会惹事端。主人，您不用担心，我自己会给自己准备好身份证明的。而且，如果我不想让世人发现的话，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我。别叫我主人，叫我明哥。好的，明哥。回到酒店之后，本来只有李明一个人的房间，凭空多出来一个。李旺仔头上长出一个天线，滴答滴答的发着信号。明哥，我的身份证已经办好了，明天就会有人将身份证送到这个房间，酒店登录信息也已经更改。就这么简单，办个身份证不是得亲自去吗？而且还得等很长时间吧？可以进去，随便找个身份证换一下就行。牛逼！这里的网络对于我来说，完全就是不设防的状态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到了鹏城的第3天，李明直接买了一辆货车，来到了华强北接收那些无人机。李老板，东西都给你备齐了，这个电脑也装好了，操作很简单，只要是无人机飞过的地方，就可以自动在电脑里面形成一幅地图，而且还是3维的。李明觉得挺满意的，只不过身后跟着的李旺仔一脸的鄙夷。小哥，看你这表情，你好像不太满意啊。垃圾，你特么说啥呢？说你做的这套系统，我擦，老子可是整个华强北无人机编程的皇帝，你竟然敢这么说我！不卖了，不卖了！你确定不卖了？不卖了更好。李明觉得自己买点无人机回去，然后李旺仔随便捣鼓一下，效率也会比现在高。不卖，不过定金我可不退。你自己说的不卖了，定金还不退给我？当然不退，除非你得证明这家伙比我厉害。那我们打个赌，怎么样？说，如果我兄弟编程能够超过你，那你再送50个无人机给我。如果你赢了，定金那50万我也不要了。成交，真当我无人机编程皇帝这个外号是买来的？这也太快了吧！而且非常的准确，虽然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，但是绝对不是在瞎写。试试吧。无人机再次开机，在店面里面以及外面都绕了一周，很快电脑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店面以及外面的3维图形。我的天啊，怎么这么清晰？效率至少是之前的5倍，而且清晰度也高了很多。怎么样，老板，给我再准备50台无人机吧。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效率怎么会这么高？不对不对，这个清晰度怎么可能这么高？这无人机的摄像头达不到这种水平啊！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飞行器自带的程序太低级，我稍微改变了一下，效果肯定好很多。改变无人机自带的代码，这你都能改？简单。老板，记得给我准备好无人机哈，明天我来取。愿赌服输。将所有的无人机都搬到货车上之后，李明就让李旺仔开着货车离开了华强北，想找个偏僻的地方丢入空间。而李明离开之后，无人机店的老板就拨通了一个电话，说了一阵就阴险的挂掉了。想来拿无人机找死！如果我获得那个编译技术，那可就发财了。明哥，后面有车跟着我们，有没有把握干过他们？再来100个也没有问题。行，那就按照原定计划朝偏僻的山区开去。成哥，他们怎么还朝着山区去了？这不是在找死吗？这样更好，这一车货可是上百万，干完这一票，我们可以潇洒一段时间了。他们不会是故意引我们来到这里吧？怎么可能？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发现有人跟踪，2个小瘪三而已。开了2个小时后，车子已经进入到一个很偏僻的路段。李明主动将车子停了下来。兄弟，怎么一直跟着我们啊？车里的人见李明那么嚣张，纷纷拿起武器跳下车，将李明与李旺仔围了起来。是那个无人机店的老板叫你们来的吧？告诉你也无妨，他只要你身边的人，至于你还有这一车的货物，归我们。 5个人举着武器冲了过来，李明只感觉身边一阵风吹过，面前的5个人就躺在了地上，没有了丝毫动静。这就结束了？你将他们都杀了？他们没有死，只是晕过去了而已。那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。将整辆货车都开到了吊坠后，李明开着对方的车进入了市区，将车随便一扔，就打车回到了酒店。进入房间，李明再次来到吊坠里面，将整套无人机系统组装完毕后，进入蓝星进行了实践。第2天，李明还是没有离开鹏城，他还惦记着无人机店老板的那50台无人机呢。老板见到我怎么不太欢迎的样子？欢迎欢迎。我的那50台无人机准备好了吗？什么无人机？这就忘了啊！昨天你不是输给我50台无人机吗？我这可是录了视频的。不用，这个我们店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呢，要不再宽限几天吧。李明也不废话，给身后的旺仔使了一个眼神，然后这个老板的双手就被控制住了。这可是法治社会，我们店里还有那么多人，你就不怕我报警吗？这个我还真的不怕，你先看看这段视频再说吧。看完视频后，无人机店的老板要疯了，打劫就打劫吧。那5个沙比还将自己给说了出来。我给你钱吧，50台无人机我真的没有，那就100万吧。什么？你打劫啊？成，100万。李明看着100万到账后，
转头就离开了。回到滨城，他又运了5000金鱼前往张猛的会所。来到会所，李明明显的感觉到这里的车辆多了很多，而且还都是豪车，像自己这种皮卡在这里格格不入。你特么的瞎啊！这么脏的车也敢停在我车旁边？不好意思，等会儿我给你擦擦吧。你个土鳖，你知道洗一次车多贵吗？将你的车卖了都不够的。兄弟，没那么夸张吧？你他妈的和谁称兄道弟呢？老子是你能高攀的吗？今天你给我将车上的泥巴给舔干净，这事就算了，要不然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确定？万分确定。你丫的不就是一个送货的吗？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要是不给我舔干净，老子今天就让猛哥辞退你。你认识猛哥？废话，不认识猛哥能来这里吃饭吗？两人的声音很大，张猛听闻这边的动静也出来了。黑子，欢迎欢迎。哈哈，猛哥怎么还敢劳烦您亲自迎接啊？没事，应该的。你们这是你手下小弟吧？他的皮卡将我跑车弄脏了，我正让他给我舔干净呢。兄弟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再不来，我可得去找你了。你看看我，这几天都想你享受了。猛哥，你这过了啊。车后面是鱼吧？5000斤。仗义。张猛激动地跳上皮卡车头，也不怕脏，亲自抬着1箱鱼就朝着会所走。当到了跑车驾驶位置的时候，张猛脚步一个滑溜，一不小心将一整箱鱼直接倾倒在了跑车里面。这鱼也太重了，我这身体确实是需要锻炼了。没关系的，猛哥，我回去自己洗洗就行。黑子，要不然猛哥我亲自给你舔干净。猛哥说笑了。不用，那你特么的让我兄弟给你舔，还说他不配和你兄弟相称。那个猛哥真是对不起。还有这位小兄弟，对不住。还小兄弟，这个大哥，对不住。下次注意点吧，嚣张会死人的。前几日张猛联系不到李明时，他便打过电话给秦汉然，从秦汉然的话语中得知，二者关系非同一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将我的鱼给我从你那辆破车里给我捡出来！你这破车影响到我的鱼品质怎么办？好，猛哥。在众人的围观之下，黑子跑到车内，猫着腰开始捡鱼。猛哥，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吧？一个富二代而已，影响不到我。就算他爸知道这件事情，也只会过来负荆请罪而已。黑子捡完鱼后，屁颠的将鱼都搬到后厨，回来才一脸泄气的看着自己的跑车。黑哥，不就是一个饭店老板吗？你怕他干嘛啊？你特么的找死吧！都特么的怨你，非得来这里见世面，还只是一个老板。这可是张猛，这个开皮卡的，绝对是一个高级的富二代，或者甚至是官二代，甚至是那些传说中的太子爷，要不然也不值得猛哥撕破脸来弄我。不过这么高地位的人竟然开皮卡，这特么的真是日了狗了。另一边，李明与张猛将鱼安置好，准备前往办公室喝上茶了。猛哥，这几天看上去气色不错啊。这都是托你的福啊！你还别说，你那个人参酒效果真的非常好。这几天我感觉身体补起来了，就连我老婆这几天晚上都夸我了呢。长期喝下去，好处更大的。那必须的，那个酒我很少出售的，一般都是自己喝或者是送人。对了，兄弟，那个酒你还有吗？我也只有1坛了，人参没了，那太可惜了。这几天生意怎么样？谈到生意，张猛的脸色就更好了，直接打算和李明勾肩搭背，被李旺仔一把给控制住了手腕，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。旺仔，松开！这兄弟是？他是我兄弟李旺仔。这个名字，不过他力气可是真大。习武的人。那就可以理解了，你确实也需要一个保镖了。这几天的生意实在是太好了，要不是我控制，你给我的鱼早就卖没了。后续鱼货会多一些的，但是也不会多太多。你可以保证一直有这样质量的鱼货，还有人参酒吗？可以，人参酒估计过10天就会有。我有一个想法，猛哥，你直说。现在你的鱼在我的店里虽然很有名，但是毕竟还是局限在我的会所里面，知道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。我觉得你可以成立一个品牌，你这样的质量很容易出名。猛哥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直说吧，你出鱼还有酒，我出人力场所等，我俩合作再开一个私人菜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肯定没问题。我在襄城西面，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庄园，本来是想做另外一个会所的，没想到有了竞争对手，但是现在有你的鱼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股权分配呢？我俩1人1半，这儿有一份合同，你看看，然后签了吧。猛哥，合同先给我看看吧，下午给你一个答复。没问题。从张猛的会所离开之后，李明给秦汉然打了一个电话，将整件事情和他说了一下。成立一个品牌，这是一个好想法。张猛那个人也不错，你可以和他合作。不过我建议你不要只是局限于餐饮，你那个人参放到店里卖一卖也是可行的。那合同，秦大哥，你帮我看看。行，你发过来吧，我找人给你看看，然后让他联系你。太感谢了。客气啥？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自从有了你的野生人参，我的地位可是高了不少，而且身体都好了很多。秦大哥，这个人参酒你常喝会有好处的。哈哈，我现在什么酒都看不上了，就好你这个人参酒。至于你说的好处，我也感觉到了。
李明将合同发给秦汉，然后过了2、3个小时，李明的手机微信多了一个好友申请，悠然见南山。这名字还用美女头像，一看就是卖茶叶，果断拒绝。此时燕京一个豪华别墅顶楼，秦悠然愤怒地将手机砸到了地上。老爹，你介绍的都是什么人啊？竟然敢拒绝我的好友申请！我介绍的，谁敢拒绝你的申请啊？就是你让我看的合同啊，那个叫李明的吧？我擦，你等等哈，老弟啊，你刚刚是不是拒绝了一个好友申请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废话，你拒绝的人就站在我身边呢。悠然见南山。对啊，那是我女儿秦悠然，我让她给你看合同呢。我去，我还以为是一个卖茶叶的呢。卖茶叶？对啊，要不然怎么能叫悠然见南山啊？秦悠然在一旁听着，粉拳捏得紧紧的。这家伙竟然说自己是卖茶叶的。李明挂掉电话后，马上就把好友申请重新发了过去。等了得有10几分钟，对方才同意。秦小姐，真对不起啊，搞错了。合同可以签。说完这5个字后，不管李明再发什么消息，对方都是毫无音讯。真小气，不就说你是卖茶叶的吗？下午签完合同之后，张猛就带着李明来到了襄城西面，在一个环山之中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庄园。猛哥，大手笔啊，这个庄园得上亿吧？哈哈，不到，我买得早。山上我看还有建筑呢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可是襄城最豪华的别墅区，山顶山腰都是过亿的别墅。参观了一番后，李明很是满意，这个庄园当做一个会所都足够了，一个餐馆绰绰有余。老弟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这里就可以营业了。那就拜托猛哥了。哈哈，共赢。告别了张猛之后，李明去买了1000个大塑料箱，然后跑到湖泊的出租房里，进入蓝星开始捕鱼。5天的时间，他捕获了至少10万斤的各种鱼类，还轻松无比。下网、收网、搬鱼货都是李旺仔负责。回到家后，李明给李旺仔安了一个合作伙伴的身份，便让李旺仔在家住了下来。发财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的父母在老家建设一栋庄园式别墅。小明，宅基地真的需要这么大吗？要，至少要这么大。梁老不太理解，这围起来的都有30亩地了，难道要在家里安个草原？爸，你看哈，我们3兄妹每人都需要1栋楼，加上您2老的，还得1栋客厅、厨房什么的，加上院子，这个大小是需要的。你们3兄妹1人1个房间就足够？那不行，建就一次性建设好，而且我还需要一个单独的库房，所以肯定需要这么大的面积。你既然这么说的话，那也行。不过这个面积里面，你想要将面前的池塘也包围在咱们家里，那就需要买下隔壁张老头的地基呀。这倒是麻烦事，隔壁张老头可是油盐不进的，以前还和咱们家有过矛盾。我先去村委会问问吧，看看他们能不能解决。半个小时后，李明老爸一脸不开心的回来，显然事情不顺利，这个庄园可能建不起来了。怎么？张老头不同意？那倒是小事，张老头爱钱。刚刚我想了，你多出一些钱，他肯定就会卖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村委会根本就不批这么大的宅基地，我们要是建这么大的庄园，那肯定是不行的，钱也摆不平。能，无非就是多一些而已，需要上下打点。他们给了一个数，多少？150万。他们疯了吧？可不是吗？知道你赚了一点钱，这不就想狮子大开口？爸，你先去找张老头聊聊吧，宅基地用地的问题我来解决。李明回到房间，想来想去，只能找张猛了。李明要给父母建别墅，可村里不批地方，他只好联系张猛，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。老弟，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？有件事情我搞不定，不知道你那边认不认识人？你说说。李明将宅基地的事情告诉了张猛之后，张猛满口答应下来，1天之内给你搞定。李明相信张猛有那个能耐，无事可做之后，他就带着旺仔进入到了蓝星，打开无人机，李明开始搜寻着，不一会就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，这特么的是野猪！旺仔，你有没有办法抓住那些野猪？李旺仔点了点头，就消失在了李明面前。通过无人机的画面，李明发现李旺仔出现在了野猪堆里，随后一群野猪就已经倒在了地上。紧接着，旺仔弯腰抓住一只野猪尾巴，就朝着天空扔去。李明只是听到一声巨大的响声，然后身边就多了一只野猪，紧接着一只接着一只野猪就飞了过来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了地上。有李旺仔这位免费苦力工，不到10分钟就解剖处理好了所有野猪。随后，李明又发现2头野牛，也一并收入囊中。晚饭时，一道猪肉炒辣椒，一道牛肉炖萝卜，让李明爸妈赞不绝口。对了，隔壁张老头搞定了，20万，整整20万，只要给钱，他立马滚蛋。给，这钱我出。但是村里审批的事情。李明爸刚说完，屋外就传来了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一个50多岁、打扮得很是正式的老人出现在了门口。老李啊，你这可是坑死我了！来人是村长，名叫张浩，在村子里称霸已久，平日里是尾巴都要翘上天的人。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可就死定了。你要说你认识那位大佬，我今天怎么敢开那个口？李明父亲是懵逼的，完全不知道村长在说什么，他也不知道李明找了什么人。你们的宅基地随便你们怎么建，那个池塘也属于你们家了。一切开工许可明天就能搞定。
张浩说完，放下礼物就屁颠屁颠的离开了，剩下李明爸杵在原地，不知怎么办好。爸，应该是我的一个朋友给他打招呼了，这些东西你就收着吧，反正以前他也没少收我们的。那你可得好好谢谢你的朋友。猛哥，家里的事情搞定了，谢谢你。呵呵，小事而已，我刚好认识你们县的领导，让他打个招呼而已。下次我请你和他吃饭。我倒是没必要了，你可以请他。你要想在家里那边发展，他的帮助还是必不可少的。好，猛哥，过2天我去一趟你那儿，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？你绝对会喜欢的。第2天一大早，张浩就将建房的所有手续许可送过来了，这意味着别墅可以随时开工了。过了几天，李明得知蓝星家园的冷库建好了之后，就开着货车来到了襄城西边的蓝星家园。老弟，这一次大手笔啊，竟然还是货车，怎么还是一个外地牌照啊？在那边买的，你叫人过来将东西搬到冷库吧。老弟，怎么还有牛肉？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，牛肉、野猪肉各1000斤，品质怎么样？绝对让你满意。张猛直接拿出1块牛肉，还有野猪肉，带上李明来到了他的会所。老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穆老板，手下有一个建设公司，擅长山村别墅。这是我的兄弟李明，生死兄弟。明哥好。穆老板，你比我大，直接叫我李明吧。那我就叫你明老弟了。穆大哥，今天这一顿我请，有事情需要你的帮忙。好说好说，这里的淡水鱼可是极品啊，不过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穆老板，我想在老家修建一个别墅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忙？这都是小事，老弟，这事交给我。要说乡村别墅，我们公司绝对是全省顶级的。那就麻烦穆老板了。小事小事，能为你还有猛哥服务，是我的荣幸。猛哥，等会儿帮我拿点这种鱼，还有人参酒，给穆大哥带走。没问题。吃过饭后，李明直接上了穆老板的车，打算去他公司具体聊聊。一进入公司，穆老板的气势一下子就出来了，没有了刚才的那种唯唯诺诺。叫你们经理出来，小红，去将你们乡村别墅的设计师都叫过来，我老弟要建别墅。都叫过来。但是有些人还有别的工作啊。听不懂人话吗？都叫过来，有工作的也给我停下。不到10分钟，会议室就多了10几个设计师，都是挺文艺的年轻人。老弟，你说说你的要求。我打算在老家建个别墅，庄园式的，我们3兄妹每人1栋，父母1栋，然后还得有单独的厨房、会客厅什么的，你们看着设计就行，钱不是问题。你们都收拾，明天一起去我老弟的家里测量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每个人都给我拿出3套方案，出不来的都给我滚蛋。次日，李明就看到了一辆大巴直接开到了家中。下来了一堆设计师以及各种测量人员，李明花了一个上午时间陪同这些设计师测量，下午便进入了蓝星继续开荒。3月28日，这是蓝星家园开业的日子。为了这一天，张猛发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，请来了襄城大量上层人士过来免费吃。张猛一直在门口迎接各路客人，李明却是无所事事，因为这些人他都不怎么认识。李明老弟，据说今天是你餐馆开业的日子。是啊，老哥啥时候来襄城？我请你好好吃一顿。会去的。据说你又找到了不少好东西吧？记得给我留一份。放心吧，少不了你的。今天会有一个大人物过去，张猛估计都不知道。啥大人物啊？秦少。什么鬼？我操，什么鬼？这话我都不敢说，你就去告诉张猛吧，他知道怎么接待的。你们秦家的姓秦的很多吧？姓秦的事儿很多，少爷也很多，但是能够被叫做秦少的就只有他一个人。张猛知道的，要不是他顺便来襄城，你这个小店开业根本就见不到他。李明感觉这个什么秦少似乎比秦汉然都牛掰，马上找到张猛告知。秦少，你确定？我操，这个大哥怎么才告诉我？我几乎没什么准备啊！小白，快去将天字号包厢赶紧收拾出来！不行，我得亲自去收拾。猛哥，这个秦少什么身份啊？你想想，我们省的老大姓什么？我擦，乡醒的太子爷。这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而已，他还是秦家的公子爷，那可是来自燕京秦家。张猛收拾完天字号包厢后，来到了大门口，生怕错过了秦少光临的时间。张老板，看谁呢？蔡少，这不是在等你吗？哈哈，挺识相啊！今天我带那么多的朋友过来，其中还有好几个明星，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！多谢蔡少捧场。包间准备好了吗？早已经准备好。小白，你送蔡少去地字号包厢。不好意思，蔡少，我还得在门口伺候着，就不送你过去了。猛哥，这又是何方神圣？襄城本地太子爷，本来也是今天最尊贵的客人，但是和秦少比就差太多了。一个是襄省太子爷，一个襄城太子爷，差距本来就很大了，更何况秦少还是来自燕京。半个小时后，张猛突然给李明打了一个招呼，急速朝着停车场里面的一辆商务车而去。秦少，哈哈，猛哥，今天我不请自来，可要麻烦你了。这是我的荣幸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本来打算去南岳爬山的，路过这里就来蹭饭。欢迎欢迎，你就是李明吧？秦少，我就是李明。张猛是有点诧异的，没想到秦少竟然还认识李明。看样子这个李明和秦家的关系还要比自己想象中的密切很多。哈哈，佩服佩服佩服，敢不接受悠然姐的好友，你还是第一个。那是误会误会。不过你给我家送的那些鱼可真好吃啊，还有人参酒，可惜老爷子不让我多吃。不过今天我是不是可以大快朵颐？今天你有多大的肚子，我就有多少的美味。好好好，走。
我们去吃饭。这家伙的东西可是老好吃了。来到天字号包厢，李明也没有什么事，就干脆陪在了这里。至于李旺仔，还是时时刻刻的跟在他的身后。秦少，尝尝这个水果，数量不多，也就是我们包厢里面有几个。秦少很给面子的尝了一口，结果双眼发亮，捧着一个芒果死不撒手。明哥，你这个水果也太好吃了吧！很快，桌上10几个芒果就被一扫而空。一群年轻人，食量都不小，数量不多，大伙多担待。明哥真没了。就是啊，明哥再拿点吧。桌上的人虽然身份都极高，但是看到李明和秦昊关系明显不一般，而且他们还都是吃货，一嘴一个明哥。以后有可得给我留着哈。放心吧，以后有一定给你们留着。很快，现场成了大型的交友会，所有人都与李明交换了联系方式。我老爷子估计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。秦少，等会儿还有大餐，你叫我名字就行，什么秦少不秦少的。那我直接叫你秦昊吧。没问题。在座的其他人相互之间看了看，就连他们都不敢这么叫的。这个李明也不知道真是有实力还是二愣子。李明自己当然知道这一点，但是他还真的就不忌惮这个。有蓝星在，不管是谁都是他小弟。李明就这样一直待在这个包厢里面，等到开始上菜之后，更是给他们一一介绍。这是红烧边鱼，这是辣炒河虾，这是黄瓜炖黄鳝，这是小炒野猪肉，这是黄牛肉，这是干锅泥鳅，这是剁椒鱼头，这是酸菜鱼，这是红烧青鱼。看着都是一些很普通的食材，可这些菜一端进来就有一股特殊的香味。当所有人都吃过一口之后，就没有其他的动作，都是在快速的动手。这鱼比我老爷子家还好吃，一看就新鲜多了。这小炒黄牛肉怎么还有一股香味呢？而且肉质这也太好了，比我吃过的 M12和牛都要好吃很多。各位，你们不喝点？有这好吃的，哪有时间喝酒？就是你们都是傻叉。这家伙出品的人参酒可是一绝，真假？比茅台还好？那算个屁，完全不是一个等级。李明将1斤人参酒倒了出来，每人满上1小杯。这玩意不敢给他们多喝，后劲太大。极品，太极品了！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以前我喝过的都是什么垃圾啊？明哥，再给我来点儿。这玩意儿不能多喝，但是可以每一天喝一点，对身体有好处的。真是，我爷爷就每天都喝这个，这段时间身体好多了，就连医生都感觉不可思议，原来是这个酒的原因。秦昊的爷爷是谁？所有人都知道，除了李明。一时间，众人的渴望的目光齐聚李明身上。哈哈，虽然店里的人参酒是不出售的，但是我个人还有一点，到时候你们走的时候，一人带上一点就行，不用这么看着我吧。够兄弟，以后去魔都有事可以找我。鹏程有事找我，那个我是燕京的，估计明哥也是找浩哥，但是如果是小事，必须找我哈，大事找浩哥。行了，一顿饭就收买你们了。明哥这好东西也不多，给我们是看得起我们，这朋友我交了。在秦昊的示意下，所有人干了一杯。这一杯酒给李明结识了几个朋友，对他以后的事业很有帮助。既然大家认我当朋友，那好东西我也不藏着，这是虎鞭酒，效果绝对超乎你们的想象。这玩意儿我真的不多，而且效果有点太好，记得每一次1小口就行，要不然你们同伴会受不了的。啥意思？晚上睡觉前来1口就行。当然了，单身汉就别喝了，浪费。通过李明的眼神，大家瞬间都知道了这个效果，二话不说都塞到了自己怀中。明哥，这玩意效果我不担心，但是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放心吧，第2天保证你生龙活虎，对你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李明看到菜肴吃完了，便将服务员找了过来。同样的菜再来1份。好的，老板。快去吧。那个老板，直说。那个弟子号包厢出了一点问题，他们要找老板，但是猛哥还在大厅招呼客人呢。李明想了想，自己确实也是这里的老板，出事了，自己要去看看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先去看看。去吧。等到李明走后，吃香喝足的各位也跟在了后面，打算去看看热闹。反正菜还没这么快上。而第4号包厢这边，蔡少品尝了菜肴与人参酒后，再看看菜单上的价格，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：1小杯人参酒可都是上万啊，这一桌不得10几万啊，成本估计没有很多。趁着别的大佬没有发现，自己先参一股再说。蔡少，这菜也太好吃了吧！就是啊。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鱼，还有那个牛肉也绝了，以后我吃什么都不会香了。这个酒真是太好喝了，就是太少，一人才1小杯。服务员，再给我们来2斤这个人参酒。2斤不够，多来点，让你们老板再准备一些，我们要带走。快，将你们老板叫来。是不是不想开了？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是时候让工商来查一查了。没错，卫生局也应该过来看看。蔡少看着这帮兄弟在闹，心里都乐开花了。他们闹得越大，才越能体会他参股的重要性。各位，我就是这里的老板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你这里的老板不是张猛吗？我也是。那也行，今天我们没有吃饱，你这个菜量也太小了，给我们再上1桌吧。没问题。这个酒不错，再给我们来2斤。给我准备一些吧，我要带走，给我爸尝尝。你这里物价好像太贵了吧？如果不想被物价局查的话，以后我来是不是应该免单啊？我来那也得免单，
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吃，他们觉得以后肯定会常来的。但是这个价格，就算是他们也会肉疼。蔡少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没什么要求啊，以后我来吃自己掏钱。有话就直说吧。这么大的生意，味道也还不错，以后这种事情还会很多的。蔡少觉得应该怎么解决？当然是找一个后台啊，有了后台，谁敢吃霸王餐啊？你们说是不是？那肯定的。蔡少，你就直接说你要多少吧。盈利的20%，我保证你以后安安静静的做生意。当然了，我来这里必须免单，每天还得给我提供1份原材料，所有的。张猛这个时候也赶了过来，听到了这些话，顿时脸色就黑了下来。蔡少，这个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吧？张猛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如果是你以前的那个小会所，我看不上，但是这里我必须插一脚。蔡少，这不合适吧？你他妈的谁呀？李明，你有资格跟蔡少说话吗？滚一边去！你他妈的竟然敢打我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张猛，现在怎么办？蔡少非常满意，事情闹得越大，则对他越有利。这个真的有点难为我了，要不然我送您5%的股份。那还是报警吧，张琪，你不是认识人吗？让他们过来一趟吧，法治社会，该抓就抓。好嘞，蔡少，这里的所长刚好是我叔叔。看到事情越来越大，张猛似乎有点想妥协，毕竟对方是地头蛇。老弟，要不然就给。今天他要1点，明天别人还能要，这店就开不下去了。哼，你们就等着被查吧，老子就不信工商、卫生、消防、物价查不出你们的问题。蔡少，你好像是叫蔡白吧？要不是和白菜有点像，我还真就忘了。你个傻逼，敢这么叫蔡少，找死吧你！你个瘪三，找死啊！秦少好，你挺威风啊，对我兄弟大吼大叫的。你的小弟也牛掰，敢叫我小瘪三？这是您的兄弟，要不然呢？秦少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明哥是您的兄弟，要不然打死我也不敢说这话啊。哎，蔡叔叔挺好一人啊，可别因为你耽误了他的前途。秦少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跟我爸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求求您放过我们家，求求您了。滚吧，以后眼睛睁大点，有些人你是惹不起的。滚滚滚，我这就滚。对不起秦少，对不起明哥。兄弟，谢了。我俩啥关系啊？小事而已。走，我们回去再喝几杯。好，张猛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，不是刚认识一会吗？怎么就成了兄弟呢？这可不是一般人。蔡少，那人谁呀？别废话，赶紧走，以后这里都别来了。那个人惹不起，还有那个李明，以后眼睛都睁大点，别惹。好。吃完饭，秦昊就带着人走了。李明给他们都准备了一大包的食材，足够他们吃好几天了。以后常来，记我的账就行。哈哈，明哥，这可是你说的哈，以后襄城我是要常来了。我本来就经常来襄城，你能请客自然太好了。随便吃，自家兄弟，那太好了。对了，秦昊，你什么时候回燕京来找我一趟？我给你家里也带点特产。好嘞。蓝星家园步入正轨后，李明就再次闲了下来，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探索蓝星上。这一次，他的目标是翡翠。在蓝星，这玩意儿应该遍地都是吧？缅国是地球上翡翠出产最多的地方。李明决定过去旅游一番，在帕敢厂区附近，李明找了个宾馆住了进去，检查一下屋子里面有没有摄像头。没有，很安全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李明带着李旺仔进入到了蓝星，这里的地形还是和缅国一模一样。不远处就有一座不太高的山峰，地球上的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坑洞，而蓝星这里遍地都是石头。来到山腰处，李明随便捡起一颗篮球大小的石头，打开手电筒，开始照射。好像是普通石头吧？旺仔，有没有办法能够判断这块石头的品质？我也不知道，还是得切开才知道。切开我也知道。李明白了李旺仔一眼，继续寻找石头，很快就找到一块约有1立方米的大型原石，其中裸露出来的部分就有2条很是明显的色带，绿油油的，一看品质就非常的高。旺仔，给我在这个山上找这种表面已经有颜色的石头。很快，李旺仔就搬回上百块石头，摆放到了李明的吊坠里面，全都是表面都可以看到绿色的大型翡翠原石。旺仔，我可能要发达了。这些石头如果切开，怎么着不得搞几个帝王绿出来呀？那玩意儿制作成的手镯，一个可是8位数的。为什么现在不切开？废话，现在我也切不开啊，用手劈呀。李旺仔突然举起右手，眨眼间时手臂变换成一把1米多的长刀，朝着大石一挥，简简单单就劈开了。这就切开了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的身体是由亿万个极小的机器人构成的，我可以做到随意变形，只要我变化的刀刃足够坚固，我的力量足够大，切开原石就和切豆腐是一样的。不说别的了，出去干活。吊坠里面的石头，李明不打算切开，想以赌石的方式售卖。他让旺仔带着他进山，遇到石头就切，只要是发现带颜色的，都给我搬到吊坠里面。旺仔右手再次变成长刀，不停地在山上各个地方跳跃着，一边跳一边挥刀。很快，吊坠里就堆满了绿油油的玉石，极品的帝王绿不少，极品的紫罗兰也不少。半天就搞了这么多，这些石头都投入市场，分分钟就能吊打其他的玉石厂家。当李明回到宾馆之后，还没天黑，他开始考虑怎么才能将吊坠里面的
的翡翠原石变现，得找个代言人，要不然突然出现这么多极品的翡翠原石，也容易让人怀疑。李明带了2包烟，开始去宾馆附近找老大爷聊天。这些都是早年间过来的华人，对大夏人很是友好。各位老人家，周边都有什么翡翠大势力，特别是华人的？大势力都是华人的，缅国人懒得一比。是啊，说到底也就是张家还有穆家，这几年发展的不错。不过他们都将势力撤出这里了，原石都挖光了，还留在这里干嘛？不还有一家吗？陶家一直还留在这里。陶家当年多么风光啊，可惜现在已经陨落。陶家具体什么情况啊？陶家可以算得上是最早一批进入到缅国的大夏人，而且一进入就开始挖原石。那个时候我们马鞍场口的原石有一半都是他们家的，不过现在不行了，马鞍场口原石被挖完之后，他们还不换地方，10几年过去，一块石头没有挖到，败落那是肯定的。陶家来自大夏，或许是合适的一个代言人。如果是由他们出售大量的极品翡翠原石，也不容易引起其他人的猜疑。这么一个大家族，还不许人家藏几块好石头。第2天一大早，李明买了一辆2手货车，在吊坠里取了10块石头出来。中午时就来到了陶家庄园门口，货车刚到就被10几个人包围，手里的武器都瞄准了2人，妥妥的对付入侵者态势。我找陶碧山。陶碧山？谁呀？你又是谁呀？闭嘴！你到底是谁？找我们老族长有什么事儿？我来自大夏。陶碧山呢？老族长已经死了4、5年了。已经死了？那叫你们新任族长过来吧，我给他带来好东西了。陶碧山已经死了，李明当然是打听到的，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逼格，他故意这样说的。不一会，一个40、50岁的中年人来到了大门口，一身的中山装，显得很是利落。小兄弟，你找家父？没错，我爷爷让我来找陶碧山的。家父已经逝去4年了，你爷爷是李青，青年的青。不认识？我擦，不认识。我爷爷告诉我说，来你们家找到陶碧山，告诉他这个名字，然后一切就妥了啊。你爸没告诉过你李青这个名字？这个真没有。那怎么办啊？你找我父亲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爷爷让我带一些翡翠原石卖给你们。你要将原石卖给我？你不知道我们家就是以卖原石发家的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要将原石卖给我们的。你们矿区现在不是不再产原石了吗？这倒是没错，但是就算是我家里腌酸菜的石头，也比你车上的破石头要好多了。赶紧走吧，看在你也是大夏人的面子上，今天放过你。老头，要不你看看这块石头再说吧。陶莹接过石头，就发现了这块石头不一样的。肉眼看了一会之后，神情震惊地看着李明。这块石头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我爷爷给我的。你就说这块石头怎么样吧，比不比得上你家酸菜缸上的？这是一块老石头，重水极佳，应该已经达到了玻璃重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块石头就出自马鞍场口吧，而且还是老厂里面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我老爷子给我的，说是让我将这一车货卖给你。你是说你这一车货都是来自马鞍？是啊，总共10块，家里还有很多，但是装不下来。家里还有很多？对啊，草坪上全都是，堆成山。小时候我撒尿都是在这个小山上的。这些石头不会就是这个李家几10年前从这里买回去囤积的吧？陶莹让李明把货车开入庄园中，不一会儿，拉着一个20出头、肤色白皙、长得很有异域风情的美女来到了李明面前。这是我女儿陶艺，陶艺，萨瓦迪卡。我是大夏人，但是你长得很像印度美女。因为我妈是印度人。好了好了，小易，这小兄弟送来了一车原石，要不你亲自看看？他能有什么好玩意？一般的石头我可不看。他说这一车的石头都是来自马鞍，而且还是老厂的。爸，你不是在搞笑吧？我们自己家老厂的马鞍石头都没有几块了，他能有一货车？听到这话，李明转身就上车。这小妞既然不相信咱，那还是走吧。别，小兄弟，艺人其实是挺好的，就是嘴巴有点狠，你别在意哈。这些石头你还打不打算要了？要，我现在就看。在陶莹的强烈要求之下，陶艺才打开了自己的手电筒，仔细看起石头来。爸，看这个皮，还有血，所有的特征都符合，这还真是来自马鞍的石头，而且还是老厂的。你爸也不是傻子，我都说了，这些石头全都是来自马鞍。这些石头我怎么感觉刚刚才挖出来不久呢？那可不，这可是从我爷爷草坪里面刚刚挖出来的。这些石头既然你已经切开了，那我们直接看切面吧。我建议你找一个隐蔽一点的地方，屋内最好是没人。陶艺看了李明一眼，干脆自己上车，将货车开到了一个仓库里面，将大门还锁上了。第一块比较小的石头被陶莹搬到了地上，陶艺仔细查看着切口，满绿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这不会是假的吧？马鞍老厂区的石头，绿色很亮，种水一般，还有棉，颗粒较大，不太透光，不过裂不多，算是一块极品，可以出手镯。怎么样，这块石头还可以吧？这块石头大
大概在50斤左右，应该可以出手镯。原石如果卖给我们家，我们可以出100万人民币。才100万，不少了。这块石头重水不是很好，你这块石头怎么切面这么整齐，不像是现切啊？我激光切的。激光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来，这里还有一块紫色的腰子，这是腰子啊，种水还这么透。紫罗兰手镯至少可以出5个，每一个至少大几百万，甚至千万级别的。我记得还有一块紫色的，不过切面不全是紫色的，只有一部分。你以为满色的翡翠那么常见？很难见到吗？货车上的大部分都是满色的，就这一块，因为太紫了，我才挑出来给你们的。帝王紫，这是帝王紫啊！我眼睛没问题吧？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帝王紫，种水也很好，可惜大小上不能出手镯，要不然这块石头会卖上天价的。你就说现在值多少钱吧。看这个表现，我可以给出估值5000万。你们都先看完吧，看完后给我一个整体报价就行。李明嫌他们看得太慢，干脆找了一个凳子坐在一旁，让李旺仔按起摩来。陶氏父女俩一边看一边惊讶：“你俩能不能安静一点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”2个小时之后，俩人总算是看完了，李明也休息的差不多了。怎么样，估价出来了吗？总共10块石头，我女儿给出的估价是3亿人民币。我这又是帝王绿，又是帝王紫的，都是极品，你就估价3个亿，我再给你一次报价的机会。如果我还不满意的话，我开车就走。老弟，我也知道这个价格确实是低了一些，但是这已经是我们家能够给你报出来的最高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短时间内也就能够凑到那么多的流动资金。你来缅国这么长时间，就3个亿流动资金？我的大部分产业短时间内都无法变现，要不然我就买1-2块石头。那还是算了吧。没想到你们竟然10块石头都吃不下。陶莹觉得李明带着这10块石头来找他，就是上天派来的救星，当然不会让李明轻易离开。小兄弟，你先等等，我和我女儿商量一下，你快去调查一下这个人。我看货车就是我们缅国的，而且一看就是个2手车，将这些翡翠原石的源头给我调查清楚。好的，老爷。这批原石的真实价格到底有多高？至少10个亿。这么多？这还只是卖原石的价格，如果由我们自己加工的话，卖出15亿问题都不大。它这一批原石的品质实在是太好了。那我就知道了，这批原石我要定了。当2个人在外面小声讨论的时候，李明身后的李旺仔一丝不漏地将他们的谈话传到了李明耳中。至少价值10个亿，嘿嘿。片刻后，父女2人进来重新谈价，可李明却不想再跟他们磨洋工了。小伙子，我出6个亿，不过我只能先给你3亿，剩下的钱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半个月后给你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是打算去滇南公盘将原石卖了，再把钱给我吧？你也知道滇南公盘？当然，我还知道你打算借助这一次滇南公盘，利用我这10块石头，带领你陶家重返巅峰呢。而且你刚刚应该吩咐人去调查我的来历了吧？去吧，随意查，反正石头我也不打算卖给你了。别呀，小兄弟，你这都已经来了，还是先吃完晚饭再走吧。我这里有几个来自大夏的大厨，菜还算是不错的。外面缅国菜有什么好吃的？那太好了，外面东西实在是太难吃了。我吃完饭再走。不到1个小时，一个中式的餐桌上就多了10几道菜，水煮肉片、酸菜鱼、红烧肉等等，都是大夏菜。旺仔，你先试试。李旺仔将所有菜都试过一遍之后，向李明点了点头。这还不相信我啊？当然了，我可怕你杀人夺宝。不说了，先吃饭。李明，你这批原石质量真的非常好，我很想要，但是确实是钱不够。你们陶家已经沉寂了挺长时间吧，也是时候让别人知道你们家族的底蕴了。这或许也是我爷爷让我过来这趟的意义。你说你是你爷爷让你来的？特意让我来找你的，带上好石头来找你，好像我爷爷以前认识你父亲，估计是想帮你一把。你爷爷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是他让你来的？遗嘱，知道什么是遗嘱吗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别插嘴。你的意思是这一趟你是过来帮助我们家族的？当然了，这样吧，石头我就不卖给你们家了，不过可以交给你们经手，由你们帮我将这些石头在滇南公盘上卖了，我给你们手续费。光是赚点钱是解决不了我们家族困难的，我们缺少的是原石，高质量的原石。那我用原石给你们当做报酬不就行了吗？要不然我们用3亿买你这一块最大的帝王绿石头，剩下的我帮你卖，卖出去后我也不需要1分钱手续费，不过不能让人知道这些石头是谁卖出去的。你们想要名声？你要零花钱，我们家族要名声，一举两得。可以，不过这块帝王绿你们也运送到公盘卖了吧？至于你们的报酬，我会再给你们找几块不错石头的。你还有原石？废话，我家草坪还有一大堆，质量绝对极品。李明最后和陶艺达成了一致，当晚他就在陶家住下来。仓库里，陶莹、陶艺还有管家3人还在欣赏李明的10块石头。老爷，他那个2手货车是昨天才买的，那些原石怎么出现在车上的？不知道，我们沿着货车进山的路线去查看了，现场也没有任何发现，只是知道货车停了一会儿，
然后原石就出现了。这不是人力可以搬得动的，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货车上呢？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一个人，估计有很多人将这些石头从大夏运过来，就放在山里。难道这小子真是过来帮我们家族的？老爷，要不然我们将这俩小子办了。我们不能这么干，人家来卖东西，怎么能杀人呢？听到这话，在楼上玩游戏的李明微微一笑，看样子这个女人还是不错的。这个李明来历肯定不简单，如果我们想真正的站起来，还得靠这个小伙子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李明来到院子，管家将一杯茶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李明的面前。李公子，请喝茶。你的茶我可不敢喝啊，陶叔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家里敢让我一个人出来吗？怎么说？因为这里的安保人员有10几个吧，看上去都挺厉害的样子，要不然让他们和旺仔比划比划。行啊，只要你有兴趣就可以，下手轻点，别弄出人命。我这位兄弟来自越南，腿上很有功夫的，一起上吧。一个人旺仔都懒得出手。行，都一起上，注意分寸。旺仔，一条狗的名字。李旺仔一怒，身形拉出一道残影，不到30秒，地上就躺了10几个人。不是让你轻点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陶叔，我手下下手太重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位兄弟真厉害。你让人在缅国调查调查，我没关系的，毕竟这批石头还算比较贵重。但是到了大夏，可别调查我了。上一次调查我的人被我爸弄死了几10个。李明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，回到大夏滇南。他准备住几天，体验一把滇南原石工盘。明哥，我擦，齐少叫啥齐少啊？明哥，你叫我名字就行。行，我就叫你骑兵吧。怎么突然来滇南这个地方了？被我姐硬生生的拽来的，说是让我看看翡翠原石市场，要不然谁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啊？明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不是马上有个最大的原石工盘吗？我来碰碰运气。好玩意儿，人家都不带卖的。明哥，你要想要翡翠，我家里还有不少质量可以的。我也只是过来开开眼界。明哥，你也是今天刚来吧？要不先休息休息，晚上我带你先去一个原石交易市场看看。告别了骑兵，李明来到房间，从吊坠里面取出来一些牛肉野菜，打算搞火锅吃。明哥，出去吃饭啊？骑兵，你来我房间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那我能不能带一个人？当然可以。姐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吃火锅吧。不去，去一个男人的房间有啥好吃的？明哥可是餐馆的老板，就是上一次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蓝心家园，他做的火锅绝对一流的。那我倒是要见识一下了。李明刚烧开水，就听到了敲门声，骑兵带着一个绝色美女出现在了门口。明哥，这是我姐姐，过来蹭饭。你好，我叫齐倩，打扰了。欢迎欢迎，叫我李明就行。你是骑兵的姐姐，那也就是我姐姐，快请进。好香，是牛肉的清香，我从来没闻到过这么香的牛肉味。哦，牛肉要煮老了，快进来吃。齐家姐弟坐下吃完一口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，因为嘴巴太忙了。明哥，你这些食材都是从哪里搞来的？吃完你的，其他的食物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你把地址发给我，以后我过段时间就给你邮寄一点。这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反正每过一段时间，我都会给秦昊邮寄一些，顺便帮你们寄一点，没啥事。秦昊，他竟然能直呼秦少的名字，看来这人很不一般啊。明哥，那太感谢了。吃饱喝足了，在骑兵的带领之下，李明来到了一个翡翠原石的交易市场。明哥，这里就是最大的翡翠原石市场，你随便挑，都算我的。李明逛了一圈，没一个看得上眼的。明哥，怎么不挑几个？刚刚我看有几块还算不错的。这都啥玩意儿啊？一点绿色都看不到，不是太肉，就是裂太多，不是好玩意儿。那些好原石基本上都已经被各种珠宝商垄断了，这里是不会出现的。对了，这里是不是可以摆摊？可以啊，随便摆，只要你有翡翠原石，有空地你就可以放上。明哥，你有原石？当然。李明从李旺仔背包拿出来块石头，随便找了个角落摆起了摊子。明哥，你这3块石头还不错啊，前几天去缅国旅游买的。你知不知道这3块石头的大概价格？明哥，这块最小的我估计卖个10万差不多，大一些的卖个20万吧，剩下没有切开的，我看很透，而且绿色表现很好，至少也值个15万左右。你靠不靠谱啊？等等哈，我拍个视频发给我姐，她可是顶级鉴定师。骑兵发了视频后，随后直接开免提拨通了他姐的电话。切开的2块卖个10万20万，那块没切的估计能卖50万，有机会出帝王绿。好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卖。家人们，来，这里有一个摊位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哈。帅哥，这块石头怎么卖？10万。我的天啊，你是疯了吗？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，你卖10万？5000卖不卖？滚！1万块卖不卖？你这块石头虽然重水不错，但是太小了，最多出一个挂件。1万块价格已经不低了。一边去，别打扰我卖石头。今天我非要盘你这块1万块，这块石头我要了，我出20万。哇操，极品啊！这个女人是极品，主播赶紧将镜头多给这个美女。20万，津巴布韦币吧？你们的套路我可是见多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和这俩人认识吧？想演一出给我看看。我叫齐倩，是天恒珠宝顶级鉴定师，同时也是股东。我相信你在网上可以搜到我的相关信息。真的是
真是天恒珠宝的人。天恒珠宝股东之一，妥妥的白富美。他说值20万，那就肯定值20万。这下主播碰到铁板了。这3块石头我都要了，最小的我出价20万。这块淡绿玻璃种雕刻成山水牌，至少能值30万左右。不过做工要钱，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？可以。剩下的这一块切开的，我给你30万，已经达到正阳绿质量，它值这个价。美女好眼光，不像某些小网红。至于这一块通透，绝对玻璃种，没有裂，有机会出帝王绿，我给你80万。成交。2个人的交易瞬间达成，齐倩当场就完成了转账，转账记录还给直播间的人看了一眼。要不然我给你1万块，你能不能赶紧滚蛋？你在这儿，我觉得空气都变脏了。听到李明这话，直播间传来了各种嬉笑怒骂，网红落荒而逃。这时，李明掏出手机，将钱都打回给了齐倩。我是真的买你的石头，这3块石头质量都非常高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门路。运气好而已。去缅国旅游，在市场上面买了几块石头，没想到还大涨了。缅国市场上可没有这种石头，我看着有点像是马鞍的，但是马鞍已经好久没有出石头了啊，这块石头还是老敞口，真的太奇怪了。在滇南公盘开始前一天，李明总算是等来了熟悉的人。陶叔，跟我去看看你们的报酬吧。报酬？是啊，我不是答应给你们5块原石吗？跟我走吧。李明带着这些人来到停车场，这里停着一辆厢式货车，上车看。满绿、玻璃种、腰子，这5块原石都是极品啊！说句实话，这样的石头我还有很多，只要你们帮我卖，后续好处少不了你们的。不行，这5块石头至少价值10个亿，我们不能这么白拿。你们不还有点流动资金吗？直接给我就行。但是我们只有3亿。够了，以后反正还得找你们卖原石。谢谢你，李明。明天我给你安排的身份是我们家族的顾问，跟我们一起参加公盘。反正我啥也不会，就是去看看热闹的。滇南公盘开始的第一天一大早，李明来到酒店大堂和陶莹会合，打算直接前往公盘会场。咦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陶家家主吗？怎么还来公盘？公盘你家的，老子想来就来，来了也没有石头卖，你来干啥？不会是想来买点原石吧？张太，你给我等着吧，这一次的公盘我会亮瞎你的狗眼。我眼睛会不会瞎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一次公盘的石王肯定出自我们张家。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赌什么？就赌你在木纳场口的股份。你想要我场口的股份，但是你拿什么跟我赌？10亿现金，我们可以找古老作证。成交，送上门的钱我就只能笑纳了。石王又是个什么鬼？就是在公盘第2天拍卖会上拍卖价格最高的原石。你那块石头可是100年难见，满绿的帝王绿。如果他不是石王，我们陶家也就没有必要再在翡翠界混下去了。看不出你爸还挺奸猾的。就在李明与陶艺嘀咕时，齐斌跟齐倩也出现在大堂了。明哥，跟我们一起吧。不了，反正我也不去买石头，就是去看看热闹而已。那好吧，今天我姐要买很多石头，估计会比较忙，还非得拖着我。你好好学习。出了酒店大门，李明跟随陶莹进入到了一辆商务车中，前往公盘。齐倩看着李明离开的背影，疑惑重重。他不是一个餐厅老板吗？怎么还跟原石商家混到一起了？而且看上去关系挺好的样子。公盘一共就只有2天，第1天是自由交易，第2天便是激动人心的拍卖会。陶莹，你这是出息了啊！堂堂缅国翡翠界大佬，竟然会去交易市场？不去交易市场怎么办啊？他得买几块石头啊，要不然他拿什么参与拍卖会？沙比2个。你谁呀？陶莹，你小弟怎么说话呢？不能好好管管吗？我觉得他说的对。大厅一旁，齐倩目睹了双方的争执，一时间不知如何评估李明。这个李明不简单啊！老姐，怎么说？你没看到陶家似乎是以他为主吗？陶家是个什么鬼？这个陶家是以前缅国的大原石商，甚至还是最大的，掌握了马鞍场口。只不过现在马鞍场口已经不出产任何原石了。那也只是以前的荣耀而已。每一个原石商都不简单的，而且他家还出了一个天才翡翠鉴定师。有你这么天才吗？是谁？就是跟在李明身后的那个女人陶艺，小年纪据说已经是顶级翡翠鉴定师。反正我一直觉得明哥挺神秘的。另一边，李明在大厅里面逛了很长时间，身后的陶艺一直在给他讲解，倒是学了不少东西。里面还有鉴赏大会，要不要去看看？鉴赏什么东西？就是明天拍卖会上的石头。今天下午买家可以进行鉴赏，方便明日的出价竞拍。有我的石头吗？当然，我们10块石头经过鉴定后都是价值100万以上的，当然有资格参拍。那去看看。鉴赏大厅中，每一块原石都标上了编号，方便明日的拍卖。而在 TY007前，竟围满了人。陶莹，没想到你真的还有马鞍场口的原石啊，不简单，是不是突然从仓库里面找出来的？你不会就是想拿这块石头跟我打赌的吧？张太，我陶某人仓库里面的石头可不止这1块。当然不止1块，总共3块嘛。马鞍的石头，我一看就知道。我的另外那些石头呢？20块最好的石头，今天是不会摆放出来的，明天拍卖会开始后才可以鉴赏。
意思是我的另外7块石头都进入到了前20了。没错，你准备大赚一笔吧。TY007号原石前，李明发现齐倩竟然也在人群中观察石头，便挤了过去。倩姐，你也对这块石头感兴趣？当然，这可是马鞍的石头，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了。哦，不对，昨天你那3块也是马鞍石头。我那是朋友送的。你昨天不是说是旅游的时候买的吗？是吗？那我应该是记错了，那3块石头是别人送的。应该是陶老板送的吧？确实是我送给李明的，而且你眼前这块石头确实也是我的。陶老板，不知道您家是否还有其他马鞍敞口的原石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那我懂了，谢谢。次日，滇南公盘翡翠原石拍卖会在一个体育馆举行，100多块石头就放在场内，所有人都可以看，所有人都可以出价。3个小时内，谁出价高，石头就归谁。这也没有刺激的拍卖环节啊，自由竞价罢了。别急，那前20名才拍卖。哦，那我可得期待一下了。3个小时后，自由竞价结束，拍卖会紧张着开始了。第1块便出自李明，编号为 TY006的原石。这是来自马鞍老场口的石头，马鞍场口那可是以前辉煌过的，马鞍出品必属精品，起拍价100万，感兴趣的买家可以上场一看，限时10分钟。100万150万，220万。你朋友的原石很多啊，除了昨天见到的7、8、9号，这个是第6号，意思前面还有更好的。人家可是矿主，虽然现在矿里没有原石，但是人家仓库里面有啊，谁不留几个压箱底啊？那倒是。拍卖会仍在继续，前10块都是100万级别，到了第13块就已经来到了1000万级别。下面这块石头编号 TY002，我猜大家已经想到这些原石的来源了吧？这是一块满绿翡翠原石，手镯位至少10个。陶莹，没想到你家里还藏了这么多好原石啊！将你的场口股份转让协议准备好吧，马上就要属于我了。张太没说什么，他对于自己的原石也很有信心。最后5块原石了，现在拍卖的原石编号 TY001 是一块极品的帝王子。帝王子啊，好久没有出现过了吧？也就是某一些历史悠久的场口有过，这一次出现的石头甚至可以赌1赌手镯的。很快，买家们就上台拿着手电筒不停地照看，清澈的妖紫色，这样的水准放在往年已经是时王的存在。2000万，5000万。齐小姐果然大气，老夫出价8000万，这块腰子原石我们万宝楼要了。1个亿，1亿1000万，1亿2000万，1亿2000万01块。齐倩被气得没有再跟，这个时候不是一气之争，后面还有2块石头呢。骑兵，这家伙谁呀？敢和你们天恒珠宝对着来？万宝楼的，和我们天恒珠宝等级差不多，也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。这个老家伙叫胡明，负责万宝楼翡翠生意的，一直跟我姐不对付。这块石头就是你们最后1块石头吧？还算不错吧？妖子等级的，不错不错，但是还是比我差一些啊。你能有什么好货色？10个亿准备好了吗？有古老作证，你可别反悔。放心吧，我反悔不了。这块石头来自张家珠宝，大家也都知道是谁的，是一块极品的墨翠，真正的墨翠，通体黑色，玻璃种，可透光，做成手镯或者是摆件都是一绝。1个亿，1亿2000万，1亿5000万，最终价格定格在2亿。张太还是有点可惜，因为这块石头是他3亿收来的，整整赔了1个亿。陶莹，10个亿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你要是凑不出来，我就找古老，让你在翡翠界无立足之地。你的原石可不是石王，我们赌的可不是谁的石头是石王，而是谁单块原石价格最高。是这样吗？那我们不妨看看石王先。张太自以为胜券在握，不料陶云竟然还有1块编号 TY000的原石压轴拍卖。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最大的原石，也是这一次公盘拍卖最后的1块石头。这么大的满绿，真是平生仅见。哪个败家玩意，怎么直接就这么来一刀？好好的一个巨型摆件被弄成了2个。我的墨翠输了，这么大的帝王绿，当之无愧的石王。你眼光还行，我眼光关你屁事啊！又不是你的原石。这是一块帝王绿，来自马鞍。这块石头编号 TY000，来自缅国陶家，编号也就是陶家公主陶艺的缩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家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等级的翡翠？编号001不是那一块帝王紫吗？谁说编号不能到000啊？这样的石头，我家里库房还有一大堆。你真的以为这几十年我们陶家白活了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这块石头绝对是伪造的。别自欺欺人了，接下来看着吧。这块石头起拍价2亿，现在开始出价3亿，3亿01块，5亿，5亿01块，8亿，8亿01块，8亿已经是齐倩的权限了，再多的资金他需要打电话请示了。怎么8个亿就不行了？你们天恒珠宝也不怎么样吧？
10亿，老子出10亿。10亿，这位公子出10亿，还有更高的吗？你这个小家伙能够代表天恒珠宝吗？说出这个价格，不会没钱吧？你们齐家认不认？他叫齐兵，姓齐，他是我们齐家人，他说的就代表我们齐家的。老家伙，你要有钱你就跟，没钱别逼逼。难道我万宝楼还怕你不成？10亿01块。齐离还想出价，但被李明伸手阻止了。不要出价了，明哥，这块石头对我们很重要，不要出了，原石问题我给你解决。听到这话，齐斌也就坐了下来。最后这块石头以10个亿的价格由万宝楼拍到，当之无愧的石王。拍卖会结束之后，李明独自离开，又去买了一辆货车，从吊坠里面取出来了几块比石王还要好的石头。晚上7点，陶莹按定位来到路边，瞧见这熟悉的货车，一阵无语。里面都是原石，那必须的。车上的原石你就替我卖给齐倩吧，随便给个价格就行，到时候把钱一起汇给我，没问题。半个小时后，齐倩一脸疑惑的来到路边，不知道李明玩什么把戏。倩姐，陶叔说他还有几块石头可以卖给你们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直接交易即可。齐倩爬上货车看货，她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极品的翡翠，质量极高，最大的一块超过了今天的石王。齐小姐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出个价。这些原石都是出自马鞍。这都是家里的库存，包括今天拍卖的都是。您出价吧。都是熟人，而且你还是李明的朋友，就随便给个5个亿吧。5亿说不过去，我的权限只能给出8亿。我知道这个价格是低了一些，但是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。没问题，那就8亿吧。齐倩与陶莹达成合作，回头见蹲在马路边跟李明聊天的弟弟，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弟弟干了一件人事。万宝楼获得了石王，这一次若没这批翡翠，我们天恒珠宝一定会被打压得死死的。谢谢你，李明。不用客气，倩姐，我只是介绍一下而已。介绍？陶莹开价才5亿，我怀疑你才是幕后大老板呢。这里面是一些首饰，你拿着玩吧。还有我们天恒珠宝的黑卡，以后去天恒珠宝都可以打折，而且碰到问题随时可以找他们，他们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的。多谢倩姐。好了，我们先走，需要处理一下这批原石。齐家姐弟走后，李明将手提袋打开，里面都是一些黄金，还有钻石饰品，翡翠是一个没有，估计是知道李明不缺这个。这些首饰都挺好的，加起来至少价值100万以上。那他们也太客气了。其实最贵重的是这个天恒珠宝的黑卡，我估计天恒珠宝发出来这张黑卡不会超过10张，每一张都是极其特殊的人物才能拥有。这么厉害，不就是一个贵宾卡吗？天恒珠宝卖珠宝只是他们的一个业务而已，据说涉及到方方面面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。你有这个黑卡，碰到一些小麻烦都可以找他们的。哦，那这玩意儿倒是有点意思。另一边，齐家姐弟已经把原石拉回自家仓库了。老姐，你是什么时候替明哥申请到天恒黑卡的？刚刚。这个朋友以后你真心点，对你有好处的。那必须的。明哥可是我的好哥们儿。总之，真心诚意的对他，我看他也是个很看重情谊的人。放心吧，姐，我跟明哥可聊得来了。告别了众人，回到了酒店，躺在床上的李明发现自己内心毫无波澜。刚刚赚了20个亿，怎么没啥感觉呢？想起以前上班发工资，几千块都兴奋的不行。果然，有钱人也并不一定快乐。第二天，李明就离开了边南，回到了自己的大姐家。爸妈、大姐、大姐夫。李明，怎么出差这么久啊？这一趟去了一趟国外，花的时间多了一些。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礼物。哇，小子不错，还会给我们带礼物呢。这些首饰，大姐你随便挑。二姐呢？这都是天恒珠宝的吧？这可不便宜啊！你怎么买了那么多？你二姐还在加班呢。别人送的，挑吧。这黄金手镯，妈你戴着吧。钻石的，估计也就二姐会戴了。好，出息了。爸，家里的房子怎么样了？挺快的，你找的那些人都很负责。前2天我回去看了一次，地基已经打好了。次日，人一有钱就报复性消费的进来了。李明先是去买了2辆奥迪 Q7，一辆自己用，一辆送给大姐。随后便去蓝星家园旁边的别墅区看起了房。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？我想看看这里的别墅。这是我们的沙盘，您可以先看看。这套别墅可以带我去看看吗？先生好眼光，这是我们这里最佳的一套，占地面积达到了2万个平方，而且周围的林地都是属于这套别墅的。能带我去看看这套别墅吗？先生，真的不好意思，现在这个时段这套房子会有1个人去看，所以还需要您再等一段时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30多岁举着手机正在直播的男网红进入了大厅，旁边还跟着几个小助理。各位家人们，这里就是整个香城最贵别墅区，看到这个别墅没有？占地超过2万个平方，建筑面积几千平是有的，周围林地都属于这套房子，养野猪都行。今天你们走运了，我联系到了这里的大老板，可以带你们开开眼，进入到别墅内部看看，一般人可进不去哦。今天就是这个网红预定了看房子。是的，先生。那我能不能一起去看？我去跟经理申请协调一下吧，您稍等。小姑娘离了开片刻就回来了，她表示经理同意了，随后便领着李明坐上了一起前往别墅的车。怎么回事？他也看那套房子？兵哥，
不好意思，今天刚好这位先生也打算看看那套房子，您多担待一下，反正他也就是跟在后面看看，不会影响您直播的。那行吧，让他别说话。小姑娘一脸歉意地看着李明，李明懒得搭理他们。跟在网红后面，李明进入了这个中式的别墅，面积很大，外观很有田园风，里面的装修很现代。家人们，3栋楼，总共是11个卧室，8个卫生间，就连厨房都有3个。这已经不是别墅了，这是庄园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网红介绍的真不错。李明跟在他后边听着，倒是对这别墅十分满意。小兄弟，看样子你对这里很是满意啊。是的，我挺满意的。你不会真的打算出手吧？有这个打算。兄弟，你知道这栋别墅或者说这个庄园的价格吗？应该很贵吧？不是很贵，是特别贵，你估计连首付都够呛。这玩意可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。你是一般人，但是我可不是。小姑娘，准备合同吧，这套房子我要了。哥，这套房子您真买了？买了，全款。全款？你知道这别墅多少钱吗？1亿5千万，不是150万，才1亿5千万，不贵。小姑娘兴冲冲着带着李明回到售楼部签合同，那个网红也跟着一起过来凑热闹。老子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钱。李先生，合同已经拟好，签字付款就可以了。李明很快就签完了合同，掏出卡刷一下，1亿5千万花完了。恭喜您，李先生，现在这套别墅属于您了。麻烦了。李先生，恭喜你成为这里的业主。我想请您还有这次您的销售顾问吃一顿便饭，就在旁边的蓝星家园，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？蓝星家园，好，那就去吧。卧槽，真有啊！全款1亿5千万拿下。主播傻了，踢到铁板了。快，跟上去啊！蓝星家园我可是听说过的，那里据说是顶级的私人餐馆，一般人根本就进不去的。主播，快去蹭饭！看着直播间高涨的人气，主播没办法，走到经理面前。张经理，这个饭局我能否参加？李先生，不知道您是不是襄城人，有没有来蓝星家园吃过？这里的淡水鱼还有牛肉可是一绝啊，不过不太好定位置，不知道我们过去还有没有做？那里我吃过几次，有我在，你们肯定会有包间的，毕竟他们老板也得给我这个网红面子，我的粉丝有好几十万呢，可以帮他们宣传的，他们肯定得好好的伺候我们。4人到了蓝星家园后，李明一进大厅便去了洗手间，其余几人则去了前台。请问还有没有包间？不好意思各位，包间已经没有了。那大厅呢？大厅还有一个位置，不过只能坐4个人，而且今天已经没有牛肉了。那就给我们4个人的座位吧，我们挤一挤也就是了。虽然没有了牛肉，但是淡水鱼也是可以的。这怎么行？我是相城楼市一哥，我的粉丝几十万，今天来你们店里探店，赶紧安排一个包间。对了，多上一些菜，记得给我们免单哈。你们这里菜价也有点太离谱了。网红哥话落，四下无声，几位前台美女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。我说话呢，你们听不到吗？就在这时，张萌走了过来，几位前台美女点头喊着老板。怎么回事？你就是这里的老板吧？快给我们安排一个包间，我给我的家人们直播一下，看看你们店里的菜到底值不值这个价。这个我们应该用不上。用不上？我的家人们可都是有钱人，都是襄城高端人士，我这里随便一个广告，你们店里马上就得爆火。你还不需要？真不需要。如果是吃饭，我们欢迎；直播就算了。不过今天我们这里没有包间了，你们就大厅自己点菜吧。免单不？免单个粑粑。张猛脾气上来了，正想招手叫人把这晦气玩意插出去时，李明回来了。猛哥，别生气。李明，这是你朋友？不是，这都是售楼处的人。我刚在他们那里买了一套别墅，他们要请我吃饭。那里的别墅可不便宜。猛哥，你给他们安排一个包间吧，然后上一些特产，算到我账上就行了。那没问题。张经理以及网红都目瞪口呆，不知这个李先生到底什么来路，不仅这么有钱，甚至还这么有地位。你们先去包间吧，我去喝个茶。李明也挺久没见张猛了，来到张猛的办公室聊了起来。你那房子找到管家了吗？管家？对啊，这么大的地方，你不会打算自己管理吧？那我还真的没有想好。交给我吧，你把钥匙给我，我给你安排，保证你下次过来直接可以入住，而且还舒舒服服的。那就谢谢猛哥了。夜晚，李明再次进入蓝星，他想要快速的找到文明之塔，可这里又没有卫星。旺仔，你一直都待在那个文明之塔里面吗？是的，从我有意识开始，我就一直待在文明之塔第1层。蓝星4个文明之塔都是你们机器人建设的？是的，不过我没有参与，都是工程类机器人建造。完成文明之塔建设之后，那些机器人就回到了你所在的地方。是的。你看到他们回来时候的路线了吗？看到了，他们是乘坐飞碟从3个方向回来的。李明听到这一句话，
知道自己距离找到其他的文明之塔应该快了。他们乘坐的可是飞碟，绝对就是按照直线飞回来的。我以目前发现的文明之塔为中心，向着这几个方向寻找，应该快很多。来到彭城，李明买了一辆房车，在地图上规划了一条路线，开始朝着东面偏北而去。李旺仔可以日夜不停地开车，每开100公里，李明就会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进入到蓝星，查看这周围100公里范围之内有没有文明之塔。5天后，李明来到了海边，或许那文明之塔建在海中也不一定。如果这个地方找不到的话，那就只能去大海了。李明进入蓝星，一座高入云霄的文明之塔就映入眼帘。终于找到第2座了，李明立马开上自己的越野车，朝着文明之塔一路狂奔。进入塔内，李明了解到这是科技之塔，超越现有科技水平1000年。这里的科技应该就是藏在这个金属球内，我自己没办法承载。旺仔你去。李旺仔手摸到了后脑勺，直接拉出来了一根网线，插到接口后，这500年的内容这就传完了。都有哪方面的内容？各行各业，那就好。再次巡视了1周，李明再没有发现其他的东西，也就离开了这个文明之塔，离开了蓝星，回到了襄城之后，李明没打算再次到蓝星寻找其他的文明之塔。科技这个就值得他花大力气来研究了。蓝星这个后花园的资源，我应该想想往哪方面发展更快、更好、更容易。老弟啊，你要再不来，我们这里食材可就紧张了。好的，猛哥，我一会儿就送货过去。送完货后，张猛坐上李明的皮卡，来到了半山腰的别墅之中。老板，这里我已经进行了3次大扫除，买了一些装饰品，您看看。宋姐，你就叫我名字吧，不然我还真不习惯。我今晚就打算住这里，下午去买点东西。床上用品，甚至是您个人的用品，我都自作主张买了一部分，给你放到您的房间里面了。您可以先看一下，如果还有缺少的，你直接给我一个清单就行。好，进入自己房间，李明才发现宋丽准备的太充分了，就连私人物品，包括内衣都准备好了。老弟，怎么样？我找的管家绝对的顶级吧？多谢猛哥，也多谢丽姐，丽姐准备的太充分了。他家的管家还是不错的，而且他家还提供司机、厨师等等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。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看一下。在宋丽的介绍下，李明才知道宋丽还是一家公司的经理，这家公司专门就负责给富人家提供各类保障服务。这样吧，丽姐，你帮我订一个这个套餐吧，后续我爸妈可能还会过来住，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您可是我们金主呢。李明点的可是订了一个最贵的套餐，包括2个安保兼司机，1个管家，2个厨师，2个清洁工，7个人。光是这7个人的工资就每个月超过了100万。第2天一早，7位员工已就位，李明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10万块的见面红包，这让他们干劲十足。李明看着开始有人气的别墅，心里舒服了一些。丽姐，帮我收拾几个房间出来吧，我爸妈还有2个姐姐会过来住一晚，晚上准备一顿大餐，得有烧烤哈，烧烤是侄女最喜欢的，一定让她吃开心。明白。开着自己的奥迪 Q5，李明来到了自己大姐家，刚好一家人都在。小明回来了啊，这几天都干嘛去了？出差了一趟。晚上想吃什么？老铁给你做。爸妈，我在襄城买了一套房子，今晚请你们去那里吃饭。你买房了？前段时间刚买的。也是，你也是有钱人了，可不能天天住我沙发啊。沙发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。你买的是精装修？算是吧，都装好了的。那太好了，今晚就去老弟那吃饭，我去买菜。不用了，二姐，家里有人买菜，有人做饭的。这话说出来，家里人全都看着李明，李明父母甚至还有点兴奋的样子。发财了，买房了，竟然还要娶媳妇了，李家祖宗保佑啊！男的女的都有。为了庆祝李明买房，一家人立马就开始移动。李明1辆车，大姐夫1辆车驶向庄园。老弟，这就是你买的房子？对啊。你这到底花了多少钱啊？还行吧，不多。儿子，这个女人虽然很好，但得有30了吧？叔叔阿姨好，我是李先生的管家，帮他管理整个庄园。管家，庄园。老妈，你可以理解为保姆，不过是高级的。妈，这是给您2位准备的房子，厨房什么的都有，而且还特意搞了一个土灶。我和你爸就一栋楼，还是3层，用不上，我俩一间房就够啊。房子多的是，我这光是住宅就有3栋。姐，你们自己挑，是想住妈这一栋，还是另外一套？今晚我们住这。对啊，住一晚吧。你要不怕上班远，以后就一直住这。但是我什么都没带啊。丽姐已经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随后，李明就带着家人逛起了庄园。等介绍完后，都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。说吧，这个别墅你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妈，这不应该叫别墅了，这是庄园。算你有点人性，还知道给你2姐留个房间。2姐，我买的就是你买的，随便用。那个房间钥匙我马上给你，永远都是你的。大姐也一样。琳琳，我也准备了儿童房，至于花了多少钱，反正挺多的。但是你们就放心吧，这钱绝对是我合法赚的，而且以后我还能赚更多。这么说，我的小老弟已经变成大地主了。姐，你随便花，反正你弟弟的钱是花不完的。
深夜，安置好家人的李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开始查看从科技文明之塔中获得的东西。这可是未来的各种科技啊！李旺仔传输完成后，李明打开了一个叫做能源的文件夹，选中了其中电池的一项。固态电池，旺仔，这个技术理解了吗？很简单的技术，只要有原材料以及工具，我现在就可以制作出来。好，这个固态电池技术，我得找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来干这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吃完早餐的家人们要回家。这里虽好，但他们暂时还住不习惯。二姐，这张卡你拿着，自己去公司附近买套房吧，不要再租房了。这里有多少钱？反正够你买套房子。你不告诉我你的这些钱都是怎么来的？这里有多少钱？你自己还有多少钱？这些不告诉我，我是不会要的。我的钱主要是靠买卖特产来的。前段时间我不是出差了吗？就是去缅国买来一批翡翠，然后卖给了一些有钱人。这些有钱人的钱贼好赚，这一趟我估计赚了得有2000万左右。这张卡里只有200万，你拿着买房吧。真的？真的，密码就是你的生日。大姐，这是你的，也是一样，200万，你拿着花吧。这我可不要，我又不用买房子了，而且我们家也过得去，这些钱你还是留着自己花吧。大姐，琳琳眼瞅着也要上初中了，你不得给她买一个学区房吗？反正这点钱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你赶紧拿着吧。不，我不能要。大姐，你要是不拿着，那这张卡我也只能扔了，钱我也不要了。听到这么说，李明大姐才收下这张卡，但是里面的钱她是不打算用的，就当是给自己的老弟存着吧。当天，李明就踏上了前往彭城的飞机，联系了那个注册了蓝星科技贩卖公司名称的人。你好，我已经到了彭城，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们谈一谈蓝星科技的事情。这样吧，我们大哥今天没空，明天晚上8点在梦幻迪厅，你跟保安说你找胡哥就行。好，明天就明天吧。晚上10点，李明来到了一个小区门口，看着不远处走来的一个老人。陈教授，你是？我叫李明，来自蓝星科技。找我什么事情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我知道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固态电池技术，而且还是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绝对的领军人物，所以我想邀请您加入我们公司。陈继然听完，头也不回转头就打算离开。这种人他碰得多了，很多公司都会高薪挖他。陈教授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固态电池介质以哪种比例混合效果才最佳吗？我当然想知道，我做梦都想知道，但是我实验了无数次，还是没有结果。而且我还自信，我们研究团队应该是走在最前面的，所以不仅我不知道，你肯定也不知道。我确实是不知道，但是有人知道。你说你们团队已经走到了最前面，那可不是哦。谁是谁？真的已经有人研究出来了固态电池的介质奥秘，不仅只是介质奥秘、两极材料以及其他一些固态电池的难点，我们都已经研究出来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。快告诉我，到底应该用哪几种介质？各种介质的比例是多少？李明知道陈继然就是一个科研疯子，其他的都不管，只是考虑自己的科研而已。而这种疯子就是他需要的。抱歉，失态了。这么核心的机密怎么可能告诉我？这可是电池技术的革命啊！只要能够研究出来，至少提高现有电池储电量的3倍。不，我们公司研究出来的可不是3倍。难道只有2倍？2倍也足够了。对于汽车来说，也算是一个革命。10倍，整整10倍。我们蓝星科技研究出来的固态电池储电量是目前锂电池的整整10倍，充电速度也是10倍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骗我的。陈教授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？如果我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就加入蓝星科技。你怎么证明呢？李明掏出一个手机，拨通了李旺仔的电话，只不过电话那头出来的声音非常的苍老。你好，我是陈继然。关于固态电池，你所有的疑问都可以提出来，我都可以给你解答。口气倒不小。陈继然很快就问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，李旺仔当然对答如流。渐渐的，陈继然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慎重，双手甚至还开始了颤抖。你听李明的吩咐吧，我的所有技术都由他处理，以后你遇到技术难题可以给我打电话，至于其他的一切以李明的要求为准。半个小时后，陈继然恋恋不舍地挂掉电话。想不到啊，真的想不到，已经有人完全掌握了固态电池的完整技术，这可是革命啊！电池伟大的革命。陈教授，怎么样？我没有骗你吧？你没有骗我。按照这个前辈的研究结果，10倍是绝对可以实现的。那这个打赌应该是我赢了吧？愿赌服输，毕竟困扰我许久的问题现在解决了，真的很开心。告别了李明，陈继然一夜未眠。次日一大早，他就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劝说团队核心成员跟自己一起离开。教授，你怎么突然就要辞职啊？我家还在彭城呢，去其他地方我也不习惯啊。襄城那个地方也太偏僻了吧，我不去。劝说工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，最终也就是3个人愿意跟随陈继然离开。陈继然的辞呈刚刚提交上去，未来汽车总裁就亲自找到了他。陈教授，为什么突然想离开？是不是有什么待遇上面的要求？王总，这还真不是，钱对我来说没什么要紧的，只不过是这个蓝星科技能够提供我科研上面的一些方便吧。
我们未来汽车支持了你10几年搞固态电池，不管是人力还是物力，要什么给什么。现在你说走就走。王总，我可没有钱买神器，当然是想走就走。要走可以，但是这里的研究成果你一件都不可以带出去。没问题，有了那个大佬的指导，要这些垃圾有何用？当陈继然办完所有手续后，原本愿意跟着他离开的3个人，也只剩一个小姑娘了。算了，想来总裁肯定也提出了各种诱惑条件。晚上8点，李明带着李旺仔准时来到了约定好的梦幻迪厅。我们找胡歌。胡歌哪有时间搭理你？就是8点可是胡歌潇洒的时间，你一个小逼崽子，哪有人搭理你？你就告诉他，我是蓝星科技的，有笔生意要和他做。就你穿着一身山寨货，不会超过500块钱，还能有生意和胡歌谈？你工资还没我多吧？赶紧滚蛋！李明没再说话，朝着里面就开始闯。两小弟见状，刚要动手轰李明，却被李旺仔一手一个扔了出去。门口的动作很快就惊动了这里的人，不一会就有10几个黑衣人将李明包围在了中央。你们胡歌到底在不在？哼，进去吧，就怕你出不来。包间内，沙发上面坐着一个30多岁的光头壮汉，一左一右2个姑娘在两旁伺候着。就是你将我的2个小弟打伤了。你就是胡歌？没错，我就是胡仁峰。敢在我的场子闹事，你还算是第一个。蓝星科技是在你的名下吧？这不重要，我们先解决门口的事情吧。李明朝着李旺仔点了点头，瞬间屋内的黑衣打手躺了一地，只剩下2个女人以及胡仁峰3个人。光头，我再给你半小时，你去叫人吧。哼，不知死活。10几分钟之后，屋内躺着的人又多了10几个。这下我们能好好谈谈了吗？谈，好好谈。蓝星科技这个公司名字我要了，明天就和我一起去办理手续，我给你1万块钱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不给都有。钱必须给，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再去找一堆人来，只要你有信心干得过我兄弟，你找多少都无所谓。不过到时候我可就会有点生气了，你应该也不能保持得这么完整。不会。第2天弄完手续之后，蓝星科技就真正的属于李明了，连带公司都已经注册好了，倒是方便了许多。回到襄城后，李明租了一层写字楼，陈继然也开始了工作。应该要找一个职业的经理人，陈老只是负责研究，缺人管理啊。明哥，我在襄城酒店，中午找你吃饭。那就蓝星家园吧，我去接你。好。来到蓝星家园预留的包间，秦昊自然是把所有的美味全都吃了一遍。明哥，你这家私人餐馆的食物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我不是给你家也邮寄了食材吗？那些哪里轮得到我，都被老爷子要走了。现在老爷子可是对你念念不忘呢。老爷子对我念念不忘？是啊，你有时间去燕京的话，我带你去见见老爷子。有机会一定去拜访。李明自然知道秦昊的老爷子肯定不是一般人，若有机会结识，自然是好事。怎么突然到襄城跑一趟了，还马上就走？没办法啊，襄城这里一位长辈出了一点事情，家里让我来亲自看看。你的长辈？算是长辈吧，我们这一系的蔡白的父亲，襄城那个蔡峰。他怎么了？出事了？癌症？我记得他不大吧？50不到，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、很有前途的人。我爸今年可能就得离开襄城，所以会空出来一个位子。虽然蔡叔叔还不能马上就到我爸那个位置，但是在复职上历练几年，极有可能就可以主政襄省。现在得了这个病，可能性就不大了。蔡峰作为襄城的父母官，我若能治好他的癌症，以后的蓝星科技肯定能更好发展。算了，不聊这些了。你这段时间忙什么呢？我刚成立了一个科技公司。操，你这个跨度也太大了。你不是搞餐饮的吗？找到了一个好项目，所以想尝试一番。那也好，现在科技项目只要出成绩，还是很赚钱的。有啥麻烦可以找我，也可以找张猛，能帮得上的我尽量。我也不是搞公司的料，反正我只负责投钱，公司管理我也不管，找个经理人就行了。不过好的经理人实在是太难找了，这年头人才难得了。其实你认识一个挺好的职业经理人。谁呀？秦悠然啊，你可是第一个拒绝他好友申请的人，这你都忘了？这你都知道了？整个燕京我们这个圈子都知道了。要知道他可是很多2代甚至是那些3代想要征服的冰山美人。他真是职业经理人。而且还是顶级的那种。之前一直在国外，好像也经营过一家科技公司，反正很牛掰。秦昊离开之后，李明赶紧在网上调查了一番秦悠然，结果才知道秦悠然竟然那么牛逼。第2天，李明独自踏上了前往燕京的飞机，刚出机场就看见秦汉然站在一辆豪车旁边。秦叔，怎么还麻烦你亲自来接啊？咋还叫叔了呢？叫我大哥就行。哈哈，我可不是来接你的，你应该不会空手而来吧？那当然，秦叔你就放过我吧。秦昊都叫你叔，而且你闺女比我还大，我怎么敢叫你大哥？哈哈，都行，上车回去聊。这次来燕京有什么事情吗？主要就是给秦叔你送好东西啊，顺便打算找你闺女道个歉。你跟她道歉？上次我不是误删了她的好友申请吗？这次过来想当面道歉。就为这，你丫的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？难道你是看上我闺女了？没，怎么敢？咋的呀？我女儿配不上你啊！跟你说过，我女儿真是绝世美女的，
这我知道。李明在网上见到过秦悠然的照片，确实是一个美女，而且还是一个极品美女。来到秦汉然的大别墅后，李明打开行李箱，秦汉然看见一袋袋的食材，嘴都笑歪了。晚上就在这儿吃吧，我让人用你这些好东西做点好吃的。没问题。那个悠然呢？叫秦姐。李明一回头，只见秦悠然冷着脸走了过来。秦姐好，看在你送的那些鱼的面子上，放过你。多谢秦姐，上次真是不知道。算了，不说了。晚饭的主角自然是李明带过来的那些蓝星特产，10几种食材做成10几道菜，堆满了桌子。爸，你怎么一次将这些都做完了，也不知道留一点？留个屁！要是被人知道了，这些可就不属于我了。那倒也是。秦姐，这些食物还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超级好吃。想不想以后天天吃？你真是这么想的啊？就凭这些玩意儿就想娶我闺女，虽然很好吃，但是太少可不行。爸，秦叔、秦姐，你们误会了。其实这一次过来，我是找秦姐有点事情的。你说吧。我知道秦姐是一个很著名的职业经理人，而我计划成立一家科技企业，想让秦姐帮我打理。什么条件？随便开。你成立了一家公司，而且还让我去做 CEO。是的，诚挚邀请。小子，你要知道，我闺女在国外那可是顶级的，你请得动吗？而且你不是搞餐饮的吗？什么时候开始搞科技公司了？爸，你能不能先出去遛遛狗？我俩说正事呢。好好好，你们聊。当秦汉然离开后，秦悠然变得一本正经，对着李明抛出一连串的问题。你计划开的是什么科技公司？计划投资多少？公司在哪？前景如何？现在研究的怎么样了？这些我都要知道。我公司名叫蓝星科技，计划开在襄城。现在公司也就是有一个名字而已，包括我在内，也就是3个人。3个人？你要知道，我的团队就有30、40人的，你才3个人。这不刚起步吗？如果你同意加入的话，那我们不就有30多人了吗？说重点。好吧，你觉得现在的锂电池技术如何？以后电池发展的趋势是哪个方面？你这是打算研究电池？这方面倒是不错。据我所知，很多大公司都在研究。你们公司的方向是固态电池。现在什么结果？所有理论都已经搞明白，实验也做过，完全可以开始商品化生产。已经可以开始生产，效果怎么样？储电量是现在锂电池的10倍，充电速度是现在锂电池的10倍，而且后续这个固态电池还可以持续优化，未来几10倍问题都不大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，意味着以后我的电池会用到所有的手机、所有的终端以及新能源电池，这将是一次电池的革命。发明锂电池的人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，这一次你的固态电池，如果效果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，那你也可以成为下一个诺贝尔奖得主。你觉得这玩意儿是我研究出来的？我只是一个开餐馆的，不过我认识一个老爷子，陈启然教授，这玩意儿是他研究出来的，只是让我出面将这个研究产品化而已。秦悠然听完之后，马上就掏出自己的手机，开始查关于陈继然的所有信息。国内固态电池第1人，高级教授，他不是蔚来汽车的人吗？怎么跑到你那里去了？跟我关系好呗，反正他现在已经辞职了，完全属于我，属于蓝星科技，所有的专利还有技术都属于蓝星科技。蔚来汽车会让他带走所有专利，骗谁呢？他在蔚来汽车的那些专利只不过是垃圾而已，最高级的、最关键的一直都是他的私人研究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他怎么会选择相信你？拥有了这种技术，随便找一个大公司，或者是自己创建一个公司，都很容易。可能是我的人格魅力吧。第二天，李明再次见到秦悠然的时候，他身后还跟着5个人，都是俊男靓女。这些都是我团队的人，这一次他们会和我一起过去。欢迎欢迎！中午就到了襄城，李明在蓝星家园给他们安排了一顿，太好吃了！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剁椒鱼头。要说最好喝的还是这人参酒，真的让人沉醉。这么好的饭店怎么不开在燕京啊？就是，要是开在燕京，我天天去吃。你先看看菜单吧，你天天去吃，就你刚刚喝的1杯酒，就已经抵得上你1个月工资了。不可能吧？我1个月好歹10几万的。当他们看到菜单之后，瞬间就傻眼了，就连秦悠然都忍不住诧异，看到这个价格，他都不可能天天吃。我这一口就喝了10万块，这里的老板也太黑了吧！这玩意比茅台贵那么多，就是一道淡水鱼就几千块，疯了吧？虽然很好吃，可不是吗？黑心商人就应该被雷劈。这一桌不得几10万啊，这也太黑了吧！这里的老板好像就是我。李明说完，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这使得气氛有点尴尬了。这里的食材确实是太难获得了，价格高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嘛。不过只要你们以后加入蓝星科技，那绝对可以打折，直接1折。陈教授，你带着小慧以后就来这里吃工作餐吧，免费。啊，这样啊，价格倒也不是很贵，确实1分钱1分货嘛。老板还是挺公道的。老板，我们加入蓝星科技的话，以后吃饭也能不能免费啊？创业阶段必须可以啊，以后高管也可以。我相信只要你们加入蓝星科技，那妥妥的高管一枚。下午，秦悠然带着团队的人一直在和陈继然教授探讨。我不差钱，不差名，我还不至于骗你们这些小孩。只要实验室的器材配齐，我在1个月内就可以给你们提供一批样品。第二天一大早，
李明来到了蓝星科技办公室，秦悠然找了过来。什么时候能将你的团队带到襄城过来上班？能带过来多少人？你就这么确信我会加入蓝星科技？必须的，错过这么一个好的项目，你会后悔的。对于你来说，钱什么都不重要，实现自己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给你提供这个机会，你不得好好感谢我吗？伶牙俐齿，不过我答应了，我以及我的团队都可以加入蓝星科技。你的团队都会来，我可是打算将蓝星科技放到襄城的，他们背井离乡的，能来吗？上次陈教授也说将团队带过来，结果就来了一个小姑娘。这你可小看我了，只要我出面，我团队的人都会跟随我的。不过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到底相不相信我？啥意思？所有人都是我带过来的，这个公司基本上也是我说了算，你就不害怕？害怕个把吧，只要陈启然教授听我的不就行了吗？那倒也是，所有事情你负责就行。你就算打算当甩手掌柜，那也甩得太干净了吧？我相信你，而且钱管够。真的钱管够吗？你能拿出几亿来？前期先10个亿吧，你给我一个账户，我到时候打到公司。老板大气。OK， 那蓝星科技就交给你了。听你这意思，你这段时间要走？我得离开襄城一段时间，估计得差不多1个月吧。你心真大，就这样把蓝星科技扔给我了？李明没时间理这些小事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找到另外一个文明之塔，而且还得是医疗的。只要能解决蔡峰的问题，有了他的帮助，蓝星科技在襄城才会畅通无阻的发展。5天后，李明已经来到了大夏的边界，再往西可就是中东了。按照这个方向，李明直接锁定了3个城市。2天过后，李明来到标记的第3座城市，在宾馆进入到蓝星之后，不远处一座高入云霄的文明之塔赫然耸立。进入文明之塔后，李明才发现，这里并不是他急需的医疗健康方面的，反而是文化、教育、歌曲、电影、电视剧，甚至就连小说都有。旺仔，接收一下吧。10天过后，李明在第8个城市找到了最后的一个文明之塔。这里怎么像个医院？请接受检查。李明躲上床，只是听到一声叮咚，然后就有一条白光扫过自己的身体。左大腿发现一个直径为3厘米的皮脂腺囊肿，请问是否切除？切除后是否需要住院？无需。会留下疤痕吗？不会。那可开始吧。已经完成切除。这就完成了？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简单的纳米级医疗机器人应用而已。无数个纳米机器人通过你皮肤的毛孔进入体内，直接将囊肿吞噬。牛逼！小肠内发现息肉，是否处理？处理。发现197根白头发，是否注入黑色素染黑？染黑。半小时后，体检结束。李明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健康的人了。手表内是无数个已经编程、可控制的医疗纳米级机器人，通过该手表可及时检测你的身体状态，及时修复各类伤势，还可以离开手表，进入到其他生命体身体内部，解决其他生命体的健康问题。有了这个，就蔡峰的命，那简直不要太简单。拿到了医疗文明，李明当天便回到了襄城蓝星科技的临时总部。你好，欢迎来到蓝星科技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秦悠然。请问你有预约吗？还需要预约？当然了，没有预约，您是不能随意进入的。李明没想到自己这个大老板竟然还被拒之门外了，没办法，只能给秦悠然打了一个电话。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，还知道出现啊？我不是说需要出去一段时间吗？出去干嘛？算旅游吧。我在这忙死忙活的，你竟然出去旅游？你到底在哪？有些事情必须你决定。我现在就在公司门口呢。那来我办公室吧。问题是，我现在进不去啊，我就在门口，前台美女将我拦住了，没有预约不让我进去。哦，我来接你。没有等很久，秦悠然踩着高跟鞋哒哒哒的带着几个人快速赶来前台。秦总，您真的认识他？记住他，以后他来了就随便进，就算是我们在开会，你也直接让人找我出来啊！什么啊？这是你大老板，你的工资可是他给你开的。大老板好，大老板好，刚刚真是不好意思。不怪你，我也不出现。不认识我很正常，你做得很对。跟随在秦悠然身后，李明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，这里有10几个人，听到大老板来了，全都站了起来。这里都是我带过来的人，有法律部门的，有人力资源的，有财务的，另外还有一个办公室在那边，这是你们的大老板李明。大家都坐，辛苦大家了，远道而来，为了我们的梦想奋斗，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饭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蓝星家园，大家随便吃，随便喝。离开了办公室后，李明来到陈继然的实验室，看到了最新的固态电池产品。这固态电池储电量大概是现在锂电池的5倍，充电速度也是5倍。经过这几天的实验，已经完全满足商品化要求。只有5倍，因为实验室条件有限，再给我一段时间，商品化后绝对可以达到预期的10倍。不着急，慢慢弄，现在工厂还没影呢。李明来到秦悠然的办公室后，秦悠然将一堆资料递给了他，这都是这段时间你需要处理的。秦姐，你可能对于自己的定位还是没有认识到位。定位？直接跟你这么说吧，这家公司虽然属于我，但是什么事情你决定就好，如果有什么决定不了的，再告诉我。
现在有几个问题比较麻烦，一个是专利申请的事情，还有一个是买地的问题。先说专利的事情吧。专利申请的流程太长，不足以满足我们需要。这个事情交给我。好，另外就是买地的事情了。我亲自去看过你看好的那块地，想买下来，快速开工，问题不小。这有什么问题？一个是资金，如果想要买那么一大块地，我们的前期资金基本上就会全部耗光。对了，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买那么大，1/10就已经足够了，足够开设很多生产线。地必须买那么大，以后没准还得更大。为什么？你可能想只是建设几条生产线，你还可以往大了想想。往大了想想。那块地现在只是乡村，但是过1年或者几年，相信我，这里会变成一个科技帝国的。科技帝国？没错，科技帝国，蓝星科技帝国。可你想要买这块地，肯定需要一个高官点头的，要不要我去找找秦叔叔？哪位秦叔叔？就是秦昊的父亲。不用，这件事情我来解决。秦昊父亲马上就要离开湘省了，这件事情就不麻烦他了。那好吧，这几件事情如果你能够解决的话，我就开始找人设计工厂了。工厂图纸我已经找人弄好了，等会儿就发给你，按照那个图纸做就行。至于办公地点以及其他的设计，就交给你了。李明早就在李旺仔存储的知识里面找到了一个智慧工厂的图纸了。晚上，李明给秦昊打了一个电话，要治疗蔡峰，还需要一个引路人呢。你知道我成立了一个科技公司吧？当然，你不还将秦姐忽悠过去了吗？你还真挺厉害啊！那可不是忽悠好吧？我们公司有几个专利，想要加快一下流程。我记得你认识那个张天的，找他好使，他爸就是专利局的老大，这件事情很好办，我跟他说一声就行。感谢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那个蔡峰现在怎么样了？不是很乐观，都已经出国检查过了，没有太好的办法，最多只能拖延而已。因为这个病情，他可能得提前退休。如果我能够治好蔡峰的病呢？什么？你能够治好？他得的可是癌症。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可以试一试。仔细说说。我得到过一个配方，对于这个病还是有点用处的，可以试一试。这件事情我可以代为转告一下，但是至于蔡峰能不能答应试一试，那还得他自己决定。这就够了，你帮我安排在他家见他一面就行。对了，这个事情帮忙保密。没问题。第二天晚上6点，李明就在蓝星家园见到了一个熟悉的人，蔡白。李少两人谈不上有仇，但是毕竟也干过架，自然没有好脸色。坐上蔡白的车，李明也没有说话。我不管你是谁介绍来的，但是我希望你老老实实的。蔡白，相信我，过了今天你会感谢我的。哼，还感谢你？你不就是过来找我爸帮忙的吗？牛逼什么？我是来帮你爸的。在书房，李明见到了之前只能在电视里面看到的蔡峰，他苍老了很多。蔡氏，叫我蔡叔就行。秦少的朋友，不用那么客气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蔡叔叔，今天过来有件事情想和你沟通一下。蔡白，你先出去吧。蔡白瞪了一眼李明，随后离开了房间。他也不知道李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蔡叔叔，据秦昊说，您得病了，而且还挺重的。没错，肝癌。出国治疗怎么样？这个病没什么好办法，只能化疗，而且也只能起到一个延缓的作用。那您的仕途还什么仕途？活不活得下来都不知道。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，医生说可能只有半年的时间了。蔡叔叔，我以前在山中获得过一个土方子，据说对于癌症效果还不错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？土方子？既然西医不好用，为什么不试试中医呢？中医可是有几千年的历史，神奇得很。况且我通过秦昊找你，可不是就想见你一面。李明说完，在床头放下了7颗药丸，选择权在蔡峰手中。为什么不试试？如果治好了，你更进一步，也就是今年的事情了。说的不好听一点，你都要死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尝试的？蔡峰将7颗药丸捡起来，闻了一闻，果然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味道，很是清香。哈哈，也是都快要死的人了，还怕什么？试试我们神奇的中医也未尝不可。怎么样？味道如何？味道很好，有一股药材的味道。1天1颗，7天之后，你可以去医院查一下，癌细胞的扩散应该就已经控制住了，到时候就可以开始第2疗程，彻底消灭体内的癌细胞。你可以通过蔡白找我，他有我的联系方式。李明说完话就离开了蔡家，回到家中，他连忙打开手表，远程联系上了蔡峰体内的机器人。这机器人不仅能救人，也能杀人，还是慢慢来吧，一下子治好了，怕是会引起恐慌。处理完蔡峰的事后，李明又联系上了陶莹，买地需要钱，出手原石是最快的选择。陶叔，我这段时间急需用钱，手里还有一批石头，质量绝对上乘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下，或者帮我卖卖。有多少？很多。有多少我要多少，就算我的钱不够，我也可以帮你卖出去。放心吧，你陶叔不会坑你的。陶叔，还是老样子，我不希望出名，所以还是你出面帮我弄。石头我很多，但是一次性拿出来太多，是不是会影响市场行情？放心吧，现在最缺的就是好石头，只要质量好，价格不是问题。这玩意儿可是用1块就少1块，买的人多了去了。这样就太好了。3天之后，你在滇南省接收石头吧，大概有5辆货车的数目。至于能卖多少钱，你帮我打理就行。不过钱希望能够尽快给我。
行，有了你提供的石头，我们陶家想不发达都不行。我这还有几亿，要不先给你用？不用，我估计那5车石头卖出去，这个缺口也就堵住了。交完石头后，李明顺路驱车来到了滇南的丽江市，体验一番这边的风土人情。他穿梭在古镇中，走着走着，忽然听见一个卖艺的姑娘在唱自己的原创歌曲。虽然她嗓音很好，但作曲还是不够成熟。在听了1个多小时后，美女也只得到了零零散散的10来块钱打赏。就在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，李明走上前去，打赏了1000元。这位美女，能不能和你聊聊？你简直是太厉害了，这些歌曲实在是太好听了。谢谢。既然这些歌曲是你自己写的，怎么没有想到去发表呢？这些歌都很好听啊。我自己也只是写着玩而已，也不知道应该发表到哪里。你这些歌肯定会红的，我也算是有一点资源，可以签下你，替你发表歌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签我？是的。自从获得了所有的文明之塔，李明闲暇时间就一直在看里面的内容。按照李明得到的未来信息，这个穆雪儿将在5年后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之后开始大红大紫，而且是100年难遇的那种。不了，我要照顾我父亲，他的病很重。你一直就在这个小地方，会埋没你自己的才能。整个滇南医疗资源都不是很好，治病这个玩意儿还得靠医院还有钱。你回去好好想想吧。如果想明白了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或者直接去找我。我在襄城，那里医疗资源很好，我可以帮助你父亲得到最好的治疗。穆雪儿接过名片后转身离开。李明从他的背影步伐可以看出，他已经心动了。既然有文明之塔的辅助，自然是要全方位发展的。穆雪儿，你就是我娱乐帝国的第1位开国之臣，科技帝国、医疗帝国、文娱帝国，缺一不可。蓝星给了李明数之不尽的资源，同时他也得肩负起保护星球的责任。想保护星球的前提是他得有足够多的钱。接下来，李明又该如何发展这些势力呢？